我从小就吃不得苦，所以在宗门登仙梯上，我一手灵果一手灵液。当女主好不容易登到138阶时，我慢慢悠悠走在她后面。白芷薇似乎感受到了背后的视线，回头望了我一眼，她微微蹙眉，随即转回头去，加快了脚步。周围的孩子们却远没有这么轻松，每上一级台阶，空气中无形的威压就加重一分。我好奇地摸着脚下泛着微光的台阶，又抬头看看天空中若隐若现的符文。系统解释道，那是测试资质的阵法了。听一感觉难受吗？不难受呀，就是累累。我又掏出一个小巧的玉瓶，喝了一口灵液，这举动引起了旁边一个男孩的注意，他盯着我手中的灵果，咽了咽口水。那个，可以给我一个吗？我立刻把灵果藏到身后，警惕地看着他，不要，这是我的。男孩脸色一僵，旁边几个年纪稍大的孩子看不过去了，切，公主了不起啊！一个约莫12岁的红衣少女讥讽道。我被他们凶巴巴的语气吓到，眼圈一红，小嘴一瘪，眼看就要哭出来。系统急忙哄道，别怕别怕，听一，跟着系统说一句话。小公主抽抽搭搭的重复，放心，把心放痔疮里，废物进不了内门，当不了亲传。话音落下，周围瞬间安静了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孩子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3岁小娃。我完全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只是觉得说出来后，系统在他脑海里笑得特别开心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系统乐不可支，随即又有一点点心虚。恶毒女配就要这样，我没教坏小孩哦。那红衣少女气得脸色发青，指着我，你等着。我茫然地眨眨眼，又从手镯里掏出一个新的灵果，继续慢悠悠地往上爬。远在千里之外，各大仙门的长老们正通过水幕观察着登仙山上的情况。这一届的苗子不错啊。天眼宗的白须长老抚须笑道，目光落在稳步前行的白芷薇身上。那白衣女娃步履从容，心性沉稳，是个好苗子。水幕画面一转，我从储物手镯里掏出一块精致的手帕，仔细铺在台阶上，这才坐下，然后又拿出一个玉瓶，小口小口地喝着什么。几位长老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，这娃娃太过娇气，怕是吃不了修行的苦。看他那一身法宝，人间皇室教养出来的，心性不够坚韧。水幕再次转向白芷薇，她此刻已经超越了许多同龄人，稳稳地走在最前列。此女不凡。一直沉默的青云门掌门突然开口，心性资质都是上乘。众长老纷纷点头，显然都对白芷薇颇为满意。山上，我休息够了，拍拍小裙子站起来，继续向上爬。越往上，威压确实越强，感觉像是有人在我身上放重物。系统解释道，这是登仙山的考验，听一加油，马上就要到第一个休息平台了。果然，转过一个弯，前方出现了一片较为平坦的区域，已经有不少孩子在那里休息，其中包括白芷薇。我迈着小短腿，气喘吁吁地踏上平台，一屁股坐在离白芷薇最远的地方，然后从手镯里掏出一块香气扑鼻的糕点，小口小口地吃起来。白芷薇瞥了我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，随即闭目调息。我小声嘀咕道，装模作样，随即咬了一大口糕点。平台上的孩子越来越多，大家都累得够呛。有人试图从储物袋中取水，却发现所有储物法器在这里都被封印了，无法打开。在一片混乱中，只有我还在悠闲地吃着糕点。我的储物手镯是父皇特意请高人炼制的极品法宝，登仙山的禁制对它无效。很快，有孩子注意到了这一点，这不公平，凭什么它可以特殊？皇室就了不起吗？就连一直闭目养神的白芷薇也睁开了眼睛，冷冷地看过来。我被众人指责的目光吓到，糕点也不吃了，缩着小身子，眼看又要哭出来。别怕别怕，系统急忙安抚，让他们嫉妒去吧。听一记住，恶毒女配就是要拉仇恨。什么是恶毒女配呀？我带着哭腔问。就是系统再次语塞，就是很厉害的人。对，很厉害的人。这个解释让我破涕为笑。听一很厉害，我挺起小胸脯，故意在众人嫉妒的目光中又掏出一个灵果，咔嚓咬了一大口。白芷薇冷哼一声，站起身，靠外物取胜，算什么本事？说罢率先离开平台，继续向上攀登。其他孩子也陆续跟上。我慢悠悠地吃完灵果，这才拍拍小手站起来，迈着小短腿继续向上爬。越往上，威压越强，现在连我也开始感到呼吸困难，每一步都无比艰难。坚持住，快到山顶了。系统鼓励道，你看，那个白芷薇也慢下来了。果然，前方不远处的白芷薇步伐也变得迟缓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咬紧牙关，一步一步向上爬。身为皇室公主，我骨子里自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终于，在夕阳西下时，我踏上了最后一级台阶。山顶平台上，已经有几十个孩子先到一步，包括白芷薇，大家都疲惫不堪地或坐或躺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亮起七彩霞光，几位仙风道骨的长老从天而降，落在平台前方。为首的白须长老扫视一圈，目光在白芷薇身上停留片刻，微微点头。当他的视线落到我身上时，却微微蹙眉。登仙试炼结束，他朗声宣布，接下来将测试诸位的灵根资质，决定去留。登仙山顶，一座古朴的石台上悬浮着一颗透明的水晶球，在夕阳余晖下流转着七彩光华。通过试炼的孩子们排成长队，紧张地等待着决定命运的灵根测试。几位仙门长老肃立在石台后方，目光如炬地审视着每一个上前测试的孩子。高灵月上前测试，一位青袍仙修手持名册，朗声点名。一个身着红衣的12岁少女昂首上前，正是先前在山道上与我起冲突的那个女孩。她将手放在水晶球上，红金两色光芒骤然亮起，如火焰般炽烈。高灵月，
火金双灵根，纯度7成、6成。青袍先修高声报出结果，几位长老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。玄天剑派的长老眼中金光一闪，火金双灵根，纯度上佳，适合炼气。小丫头，可愿入我玄天剑派，做内门弟子？高灵月喜形于色，连忙行礼，弟子愿意。他退下时，特意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，眼中带着明显的得意。我正坐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，晃荡着小短腿，从储物手镯里掏出一包蜜饯吃得正香。测试继续进行，接下来几个孩子资质平平，大多是3灵根或4灵根，偶有一个双灵根。下一个，周冷川，一个约莫6、7岁的男孩走上前，他衣着朴素，面容清秀，眼神却带着与年龄不符的冷峻。当他的手触碰到水晶球时，一股寒气骤然弥漫开来，水晶球内泛起晶莹的冰蓝色光芒，前劲剔透，宛如冰雪凝结。这是青袍先修罕见的结巴起来。冰灵根，变异冰灵根，纯度9成。全场哗然，几位长老不约而同地站起身，眼中满是震惊与狂喜。变异灵根，竟是变异灵根，9成纯度，千年难遇的奇才啊！周冷川却依旧面色冷峻，仿佛引起轰动的不是自己。下一个，苏清歌，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被先修抱起来，她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，约莫3岁左右，够不到测试的水晶球。当她的手指触碰到水晶球时，一股轻柔的旋风凭空而生，水晶球内泛起淡青色的流光，灵动飘逸。又是变异灵根，风灵根，纯度8成。刚刚平息的长老们再次沸腾，苏清歌被长老们的热情吓到，缩在先修怀里不敢抬头。我好奇地看着那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小女孩，歪了歪小脑袋，她也好厉害呀。还行吧，系统语气平淡，比冰灵根那个差一点。测试继续，接下来几个孩子资质平平，直到理财才上前测试。一个约莫5岁左右，穿金戴银的小胖子昂首阔步走上前，他一身暴发户穿搭，腰间的玉佩，手上的戒指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法器。他将胖乎乎的小手放在水晶球上，刺目的金色光芒骤然爆发，几乎让人睁不开眼。单灵根，金灵根，纯度9成5。全场再次轰动，竟然是单灵根，还是9成5的纯度。李才得意地扬起下巴，退下时还特意整理了一下衣襟上镶着的金线。下一个，心意，一个哭哭啼啼的小男孩被先修抱起来，他看起来也是3岁左右，白皙的小脸上还挂着泪珠。当他的小手不情愿地触碰到水晶球时，异变再生，水晶球内再次泛起冰蓝色的光芒，但与周冷川的冰冷不同，这股寒气中带着锐利无比的剑意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男孩周身突然剑气缭绕，空气中响起细微的剑鸣之声。又是变异冰灵根，青袍先修的声音已经有些颤抖，而且这是天生剑体，剑心通明。这一次，连一直稳坐钓鱼台的青云门掌门都猛地站起身。天生剑体，竟是天生剑体！长老们彻底疯狂了，几乎要冲上前去抢人。心意被这场面吓到，哭得更凶了，小身子一抽一抽的，与周身缭绕的凛冽剑气形成诡异对比。我看着那个哭唧唧的小男孩，小脸上满是同情，他哭得好伤心啊。青袍先修好不容易才安抚住激动的长老们，测试得以继续。排队的孩子越来越少，很快就轮到了队伍末尾。我拍拍小手，从石头上跳下来，准备测试。而就在前方不远处，白芷薇也静静站立着，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刻。白芷薇上前测试，随着青袍先修的唱名声，全场目光聚焦在那位白衣少女身上。白芷薇神色平静，步履从容地走向测试台，仿佛周遭的喧嚣与她无关。她将纤纤玉手轻放在水晶球上，刹那间，一股清冽的蓝色光华自球体内部涌现，那光芒纯净剔透，如同山间最清澈的泉水，在暮色中荡漾开来。映照平台都在一片曙色之中。单水灵根，纯度9成8。青袍先修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，平台上一片哗然，连几位见多识广的长老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水灵根主柔善，最适合修炼治疗与辅助功法，此女前途不可限量。白芷薇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微微颔首，唇角勾起一抹恰到好处的弧度，既显得谦逊又不失自信。她缓步走向单灵根弟子所在的区域，所过之处，其他孩子不自觉地让出一条通路。哼，装模作样。系统在我脑海里嘀咕，听你别怕，等会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多厉害。云听意，上前测试。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我慌忙迈着小短腿啪嗒啪嗒地跑向测试台。然而我实在太矮了，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悬浮在半空中的水晶球。人群中传来几声压抑的窃笑，我委屈地瘪了瘪嘴，大眼睛里瞬间蒙上一层水雾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清越的嗓音响起，让我来。一位身着月白长袍的年轻修士缓步上前，正是玄天剑宗掌门座下大弟子江彻。他面容俊朗，气质出尘，在众弟子中地位超然。江彻俯身将我轻轻抱起，温声道：“小师妹，把手放在水晶球上即可。”被抱起来的我终于能够到测试水晶。我伸出小手，轻轻按在冰凉的水晶球表面。场中异变突起，四目紫电轰然炸裂，雷鸣声响彻云霄，狂暴雷光在水晶球内疯狂肆虐，瞬间照亮了整个平台。那青袍先修满脸骇然，嘴唇哆嗦着挤出几个字：变异雷灵根，极品，纯度10成，是天灵根。满场寂静之后，是山呼海啸般的惊叹声。天灵根啊，居然是攻击力最强的变异雷灵根！那几位长老激动到浑身颤抖，恨不得立刻冲上去看个究竟。可无人察觉，在那狂暴紫电深处，一缕极淡的灰色气流悄然盘踞。阴灵根，系统检测结果时都懵了，这竟然和雷灵根融合了，怪不得是变异天灵根。
我视线一转，落到那个我向来不喜的丞相千金身上。系统教学音在脑中响起，听译记住了，对付讨厌鬼就得用3分讥笑3分凉薄4分漫不经心的眼神。我费力地皱起小脸，学着摆出那个拽拽的表情，下巴一扬，哼，没你那些东西我也能赢。白芷薇的脸瞬间沉了下来，她死死抿着唇，指甲都快嵌进肉里了。我得意地晃悠着小脚丫，由云岚抱着往丹灵根弟子的区域走去。李才才立马凑了过来，你就是那个小公主，你手镯好漂亮，哪儿买的？我也要。我立马捂紧手腕，爹爹送的，不卖。周冷川冷漠地扫了他一眼，懒得开口。苏清歌则怯生生地躲在他身后，一双大眼好奇地偷瞄着，只有星逸还在低声啜泣，仿佛与世隔绝。白芷薇站在不远处，脸上虽恢复了平静，但眼底却翻涌着莫测的情绪。测试继续进行，可惜后面再无经验之辈，有了天才们的珠玉在前，其他人便显得黯淡无光。我在丹灵根弟子那块又从手镯里摸出一包蜜饯，悠哉悠哉地啃着。测试很快就到了尾声，所有过关的孩子都测完了灵根。青袍先修和尚名册，恭敬地向几位长老禀报：启禀长老，本次试炼共128人通过，丹灵根及以上资质者6人，皆在此处。6个天才小萝卜头站成一排，个个都是万里挑一的修仙奇才。长老们来回打量着我们，眼神里全是满意和期盼。这届的好苗子，怕是千年难遇啊！青云门掌门一抬手，压下众人的议论。既然测试结束，那接下来就是择宗了。善灵根弟子那边，白芷薇孑然独立，神情清冷，与这片热闹格格不入。我们剩下5个小孩，不知不觉就凑成了一个小团体。我偷偷蹭到李才才旁边，拽拽他那金闪闪的衣角，小声问：你想去哪个宗门？李才才两眼放光，死死盯着我的储物手镯。你把手镯卖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哼！我赶紧把手镯藏好，不说拉倒。我又好奇地戳了戳他脖子上的金锁，这是真金的吗？李才才刚想吹嘘这是上品法器，可一对上我亮晶晶的眼睛，瞬间结巴了。你喜欢？那就给你。他还真动手去解金锁，吓得远处李家的弟子直捂脸。小少爷平时多抠啊，今天咋回事？另一头，星逸还在嘤嘤地哭，那声音跟被遗弃的小奶猫似的。这哭声搞得我心烦意乱，我迈开小短腿走过去，从手镯里摸出个灵果就往他嘴里塞。星逸被这波突然投喂给整不会了，瞬间止住哭声，眨着泪眼汪汪的大眼睛啃起了果子。我爹说了，不准当剑修。李才才第一个表态，小胖手一叉腰，活像个小大人。我好奇地眨了眨眼，为什么呀？我爹说整个修仙界就剑修最穷，买把好飞剑都得攒几10年灵石。我们几个听得似懂非懂，只顾着点头。不远处的玄天剑派长老脸都黑了，拳头硬了，好想揍着小胖子。我爹说单修符修气修才赚钱，一颗上品丹药就好几千灵石呢。我歪着脑袋想了想，小胸脯一挺，本公主要当剑修，我又不缺钱。哼，剑修才霸气。我说着还特意瞟了白芷薇一眼，心里盘算着，当了剑修就能名正言顺揍他，还能保护父皇母后。玄天剑派长老一听这话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看我的眼神慈祥的不行。苏清歌怯生生地开了口，可是我听说剑修每天都要练剑，好辛苦呀。周冷川只是冷冷地吐出4个字：剑修厉害。就在此时，一直冷眼旁观的白芷薇忽然轻嗤一声，声音不大却精准传入我们耳中，乌合之众。我当场就炸毛了，小脸气成包子。你说谁呢？白芷薇压根不理我，径直转身，留给我们一个高冷孤傲的背影。淡定，系统赶紧上线安抚他，这是赤裸裸的嫉妒，嫉妒你们关系好。这话瞬间让我舒服多了。我冲他背影扮了个鬼脸，扭头对小伙伴们喊：别管他，我们继续聊。我们5个又凑一块叽叽喳喳，压根没发现长老们正一脸欣慰地看着我们。这届的好苗子，感情倒是不错嘛。天眼宗长老抚着胡须笑了起来，玄天剑派长老却冷哼一声，还不是被某些财迷带坏了，小小年纪就嫌贫爱富。此时，那青袍先修上前一步，声音洪亮地宣布：都安静，接下来由通过试炼的弟子选择宗门，丹灵根及以上资质者优先。我攥紧小拳头，大眼睛里全是坚定。我决定了，就去玄天剑派当剑修。而远处的白芷薇嘴角却勾起一抹胜券在握的笑意。选宗门的仪式正式拉开序幕，几位长老的目光在我们6个小天才身上来回逡巡。怪事发生了，明明我的雷灵根最厉害，可长老们的目光却全都粘在了白芷薇身上。芷薇小友，天眼宗的白须长老第一个开口，那语气温柔的能掐出水来。我天眼宗功法偏水，与你的水灵根完美契合。青云门掌门也难得的放缓了声音。青云门虽非主修水系，但藏有一部上古水灵诀，正需要你这样的天才来传承。就连玄天剑派那个出了名的高冷长老，看向白芷薇时都柔和了几分，见到并非水灵根的最佳选择。但你若肯来，我亲自教你柔水剑法。白芷薇被众人如众星捧月般围着，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，眼底却藏不住那份得意。她微微躬身，多谢各位长老厚爱，芷薇愿入玄天剑派。此话一出，其他几位长老虽面露惋惜，却也不好再争。呸！心机女！系统在我脑子里气得跳脚。他明知道你要选剑宗，故意抢在你前头。这时，玄天剑派的长老向我走了过来。虽然他心里更想要白芷薇，但面对我这变异雷系天灵根，还是拿出了诚意。小娃娃，你可愿来我玄天剑派？我派剑诀霸道无比，最适合你的雷灵根了。
我眨巴着大眼睛，回头看向我的小伙伴们，彩彩、青哥、冷川、星逸，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我不想和你们分开。李彩彩被我看得小脸通红，结巴道：好，好啊，其实当剑修也挺酷的。苏青哥也怯生生地应道：我也想去。周冷川还是一脸冷酷，却轻轻了一声，星逸嘴里还塞着果子，含糊不清地说：听逸去哪，我就去哪。玄天剑派长老看到这场景，简直乐开了花。算上之前的白芷薇，玄天剑派这届居然招了6个丹灵根以上的弟子，这可是千年未有的盛况啊！非洲之上，我们6个孩子被安排在同一个舱室，白芷薇独自在角落打坐，我们5个则凑在一起闹翻了天。我爹要是知道我选了剑修，非揍我不可。李彩彩嘴上抱怨，脸上却笑开了花。苏青哥小声说：其实剑修也挺好的。周冷川则一声不吭，专注地擦拭着新发的佩剑。星逸紧挨着我坐着，小手死死拽着我的衣角，生怕我跑了似的。我晃悠着小脚，从手镯里掏出零食分给大家，脸上全是兴奋和期待。玄天剑派的宗门大殿雄伟壮观，白玉石柱直插云霄，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剑诀符文。大殿前方，几位长老端坐其上，个个气息沉稳，眼神锐利。当掌门宣布拜师仪式开始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几乎所有长老的目光都投向了白芷薇。芷薇小友，一位灰袍长老率先开口，语气温和：老夫专修柔水剑法100年，正需要你这样的水灵根真传弟子。另一位蓝衣长老也急忙开口：我座下虽有3位亲传，但若你肯来，老夫愿收你为关门弟子。长老们你一言我一语，竟然都在抢白芷薇，好像她才是那个天灵根一样。白芷薇脸上保持着谦逊，眼底的得意却快要藏不住了。她最终选了修为最高的青袍长老，恭敬行礼，弟子愿拜入青蓝长老门下。都是剧情的锅，系统在我脑子里气得直骂，明明你的资质才是顶级的，他们却都围着白芷薇转。哼，我才不屑跟他拜一个师傅呢。我气鼓鼓地想着，开始在大殿里寻找新目标。接着，周冷川被一位修炼寒冰剑诀的长老相中，两人气场相合，一拍即合。星逸的天生剑体引来几位剑修争抢，最终被一位专修剑艺的长老收入囊中。李彩彩则拜了一位擅长练剑的长老为师，毕竟金灵根练气有天然优势。苏青哥的风灵根被一位以速度见长的女剑修看中，那温柔的女修正轻声安抚着怯生生的小姑娘。转眼间，5个小伙伴里4个都有了归属，只剩我孤零零地站在大殿中央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一个天灵根的绝世天才，居然没人要。就在这时，先前没抢到白芷薇的一位黑袍长老不情不愿地开口：你可愿入我门下，做个记名弟子？记名弟子，我的小脸瞬间拉了下来，奶声奶气却霸气十足。我云听义才不要当什么破记名弟子。大殿内顿时一片哗然，一个3岁奶娃竟敢顶撞长老，那黑袍长老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庶子无礼。另外4个小伙伴见状，齐刷刷冲到我身前，面对长老的威压，竟没有一个后退，不许欺负听义。李彩彩挺着小肚子吼道：你不能这样！苏青哥声音发颤，却寸步不让。周冷川和星逸虽未开口，但那坚定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。黑袍长老勃然大怒，袖袍一甩，一道凌厉剑气直冲我而来。观礼的弟子们齐声惊呼，几位长老也是脸色一变，但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那道致命剑气竟在我3尺外凭空消散。更诡异的是，出手的黑袍长老突然闷哼一声，嘴角瞬间渗出鲜血，他竟遭到了反噬。掌门瞳孔地震，喃喃自语：龙气护体，这可是人皇之女，受天道庇护。我虽然不懂，但看老头吃瘪，立刻就来劲了。你个老头不要脸，说不过就动手！黑袍长老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一个字都不敢再说，目光瞥向大殿角落，一个红衣男子斜倚在柱子上，双眼微闭，仿佛事不关己。系统在我脑海里疯狂尖叫，就是他，刚才就是他出手救的你，快去找他！他叫莫凌晨，是飞升老祖的关门弟子，只要拜他为师，白芷薇都得管你叫小师叔。我的大眼睛瞬间亮了，立刻迈着小短腿，啪嗒啪嗒地冲向那个角落。我费力爬上椅子，伸出小肉手，直接拍了拍红衣男子的脸：哥哥，醒醒，你要徒弟吗？全场所有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，那个3岁的小团子竟然在拍莫师叔的脸，还要当他徒弟。这时莫凌晨缓缓睁眼，一双凤眸流光溢彩，竟没有丝毫怒意，他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眼前的小不点。哦，你想拜我为师？我疯狂点头，疯狂卖萌，意义很乖的。莫凌晨唇角微勾，目光扫过我周身的龙气，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他随即抬眼，冷冷看向黑袍长老：莫长老跟一个3岁孩童计较，不觉得有失身份吗？黑袍长老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紧接着莫凌晨重新看向我，伸手捏了捏我的小脸。我从不收徒，我的小脸瞬间垮掉，大眼睛里水汽弥漫。不过他话锋猛然一转，眼中满是兴味：你这么有趣，倒是可以破例一次。我立刻破涕为笑，张开小手就往他怀里扑。狮虎，莫凌晨轻松将我抱起，直接对掌门宣布：这个小徒弟我收了。全场哗然。莫凌晨是谁？飞升老祖的关门弟子，辈分高到天际，我拜他为师，就意味着一跃成为白芷薇的小师叔。白芷薇的脸第一次出现裂痕，她死死咬着下唇，眼神复杂到极点，
我得意地冲他做了个鬼脸，系统更是喜极而泣，太好了，剧情终于偏了，你不用再当恶毒女配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莫林晨却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轻语：小徒弟，你身上的秘密好像不止天灵根这么简单啊。我茫然眨眼，完全不懂，我只知道从今天起，我就是玄天剑派辈分最高的仔。莫林晨抱着我御剑而起，直飞自己的七凤峰。我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侧脸，小娃娃，看我作甚？我一点不怕生，奶声奶气地开口：师虎，意义的礼物呢？莫林晨眼底闪过一丝笑意，什么礼物？拜师礼物呀。我理直气壮，我的朋友都有，那个凡人精也有，意义没有，意义要比他们的都厉害。我掰着小手指头数着，小金剑、飘飘带、冰冰剑、小人书，就连那个凡人精，他师傅都给了他一个会发光的珠子。莫林晨挑眉，哦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歪着小脑袋，大眼睛突然一亮，意义要最厉害的。行，莫林晨一个字，爽快应下。下一秒，剑光一转，直接带着我飞向一处云雾缭绕的山谷，谷中灵气充沛，中央有一潭清泉。莫林晨随手摘下一片叶子，轻轻抛入潭中，瞬间，整个水潭泛起七彩流光，无数神秘符文浮现。整个水潭泛起七彩流光，无数神秘符文浮现。测灵潭，莫林晨淡淡解释，能测出你最适合什么样的法器。他示意我把小手伸进去，就在我的右手进入水中的刹那，潭水瞬间沸腾，狂暴的紫色电光在水中疯狂穿梭，一道刺目紫光更是冲天而起。莫林晨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随即伸手凌空一抓，那道紫光竟被他硬生生拽下，在他掌心化作一柄缠绕雷电的紫色短剑，此剑名为紫电，上古雷修的法宝胚子。莫林晨说着将短剑递给我，我瞬间欢喜地接过，爱不释手，谢谢师虎，我开心极了。回到七凤峰，莫林晨早已为我备好一座精致小院，我又哒哒哒跑到师傅面前，师虎，意义是不是亲传弟子呀？是，我歪着头，伸出小肉手，证据呢？莫林晨差点被茶水呛到，他看着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徒弟，无奈地取出一枚赤金令牌，令牌上刻着繁复的凤凰纹路，正中一个龙飞凤舞的凤字，这是七凤峰的亲传令牌，收好。我接过令牌，小眉头却越皱越紧，怎么了？我抬起头，委屈巴巴，师虎，意义不认识字。莫林晨深吸一口气，耐着性子解释，这是凤字。见此令如见我本人，好不容易哄明白，莫林晨以为终于能清静片刻，谁知那个软糯的声音又响起来，师虎，师虎，又怎么了？他千年修炼的耐心快要被这小家伙耗尽，我却抱着令牌，大眼睛里瞬间蓄满水汽，意义想娘亲了。我说着，小嘴一瘪，金豆子就开始噼里啪啦往下掉。意义还想爹爹，想宫里的桂花糕，想阿娘唱的摇篮曲。看着眼前这个突然爆哭的小团子，莫林晨彻底手足无措。他修行千百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可他唯独没哄过娃，斩妖除魔，他眼都不眨。可哄一个哭鼻子的小娃娃，他彻底懵了。我一边哭一边在脑子里疯狂呼叫系统，系统，师傅好像不喜欢意义。系统赶紧哄我，怎么会？你看那秋千，就是他特意为你准备的。这话一出，我瞬间止住哭声，眨巴着泪眼看向秋千，小脸破涕为笑。下一秒，我跑到莫林晨面前，扯着他的衣袖，师虎，意义不哭，意义会乖乖修炼。看着这秒变脸的小家伙，莫林晨无奈摇头，嘴角却疯狂上扬。修炼室内，莫林晨教我引气入体，他本以为这至少要花上几个月，然而才1秒，就见我周身汇聚了无数代表雷灵根的紫色光点，甚至还有灰色气流疯狂涌来。完了，要出事！可莫林晨还没来得及出手，那些阴暗力量竟被雷灵根直接包裹、转化，最后变成了最精纯的灵气，融入我的丹田。阴雷双灵根竟然能转化阴暗力量，莫林晨震惊了。那几个老家伙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太有意思了。仅仅3个时辰，我周身灵力猛然爆发，一个灵气漩涡在我头顶形成。莫林晨眼中金光一闪，成了。个时辰引气入体，这在整个修仙界都闻所未闻。当晚，莫林晨就坐不住了，他直接杀到寒冰峰，对着正在教徒弟的长老状似无意的来了一句：“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宝贝徒弟只用3个时辰就引气入体了？”长老满脸问号。我没问啊。一圈下来，整个玄天剑派彻底炸锅，所有长老都知道莫林晨收了个3时辰引气入体的逆天妖孽，长老们集体破防。而此时的主峰上，白芷薇对此一无所知，他整整1天连个灵气都感应不到。青兰长老还在安慰他，静下心来，3、5日必成。白芷薇心中烦躁，却压根看不起那个3岁奶娃，他笃定那个小团子肯定比他废物。此时的七凤峰上，我正睡得香甜，莫林晨将我抱回卧房，看着床上小小的身影，他的眼神无比复杂。小家伙，你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？第2天一早，我迷糊醒来，习惯性的喊道：“嬷嬷。”可空荡荡的殿内只有我的回声，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不在皇宫，眼泪瞬间蓄满眼眶。我根本不会自己穿衣服，就在我对着一堆复杂的衣服急得快要哭出来时，殿门被轻轻推开，3个身着绿衣的绝美少女盈盈走入，对着我躬身行礼。小主人醒了。为首的少女温柔开口：“我们是峰主点化的灵职，特来服侍小主人。”什么灵职？原来
这竟是师傅江院中的牡丹海棠，一夜之间点化成的人形侍女。在3位姐姐的帮助下，我焕然一新，蹦蹦跳跳的前往善堂。可我刚一踏入，瞬间成为全场焦点。她凭什么有侍女伺候？还以为自己是公主呢？这是仙门。下一秒，一个蓝衣弟子当场发难：云听义，你凭什么带侍女来善堂？我小脸一仰，奶凶的回怼：你要叫我小师叔？那弟子脸色瞬间僵住，气得发抖，却不敢还嘴。就在这时，心意小跑过来，满眼崇拜：义义，你好厉害！我师傅都说你3个时辰就引气入体。我得意地扬起小下巴。紧接着，5个天才小团子瞬间围成一圈，叽叽喳喳讨论起修炼。我认真分享：你要想肚子里有小蝴蝶在飞啊。李彩彩却愁眉苦脸，可我一想，肚子里就这群3岁萌娃交流修炼的画面，让周围弟子看得又羡慕又好笑。可就在不远处，白芷薇独自坐在角落，握着筷子的手指节寸寸发白。凭什么一个3岁奶娃能得到师叔祖青睐，还能一夜引气入体，而她这个天之娇女却连灵气的边都摸不到？这时，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：芷薇师妹，修炼急不得。白芷薇抬头，竟是大师兄云岚。她连忙收敛嫉妒，露出得体的微笑。可云岚的目光却不自觉地飘向那群小团子，眼中满是笑意。而善堂另一角，几位长老也在疯狂感叹：莫师叔这徒弟了不得啊！此时，全场焦点的我正歪着小脑袋，认真听着李彩彩描述她想象中肚子里烧鸡在飞的画面。烧鸡在肚子里飞，这画面差点没把我笑死。我擦着眼泪纠正：不对，是小蝴蝶。等回到修炼室内，李彩彩第一个绷不住，她转身扑向自家师傅，抱着大腿就开始撒娇：意义都有侍女姐姐，彩彩也想要。紧接着，苏青哥怯生生地扯着衣袖，心意更是小嘴一瘪。金豆子说掉就掉，就连一向高冷的周冷川都用眼神疯狂暗示。4位长老瞬间头大，又是耗费灵力，又是不适合点化，找了一堆理由就是不给。眼看自家师傅不给力，他们转头就跑过去，团团围住了莫凌晨。意义师傅，李彩彩满脸讨好：我们也想要漂亮灵芝侍女。谁知莫凌晨看着怀里偷笑的我，嘴角突然勾起一抹坏笑。他缓缓开口：想要侍女可以，只要你们在明天日落前引气入体，我就送每人1个。4个小团子眼睛瞬间亮了，可莫凌晨却继续加码：如果谁在明日子时之前成功，那我给2个。小家伙们激动得小脸通红。然而这还没完，如果谁的速度在3个时辰以内，莫凌晨故意拖长声音，看着4张屏息以待的小脸，比意义还快的，我送5个。5个这2个字瞬间点燃全场。李彩彩惊得比出5，连周冷川的冰山脸都裂开一道缝。下一秒，李彩彩猛然转身，拽着自家师傅就往回拉：快叫彩彩引气入体！彩彩要5个侍女。其他3个也如梦初醒，纷纷拉着各自师傅火速开溜。4位长老一脸无奈，就这么被自家嗷嗷待哺的徒弟们强行拖走去加班。莫凌晨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低头轻笑：看来你给小伙伴们树立了个好榜样。我得意地扬起小下巴：意义最厉害了。下一秒就被莫凌晨拎回去修炼。我瞬间不干了：师虎，意义已经引气入体，可以学御剑飞行吗？我想飞回皇宫看父皇母后，谁知莫凌晨却失笑：小贪心鬼，御剑飞行至少也要练气中期。什么？我的脸瞬间垮掉。那要多久呀？勤奋修炼的话，半年吧。半年，我的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，太久了，我现在就想回去。就在这时，系统赶紧上线安抚：等你学会御剑，就能带着父皇母后在天上飞了。这一下，我眼睛瞬间亮了。真的吗？可以带爹爹阿娘飞上天？得到肯定答复后，我之前的沮丧一扫而空，立马乖乖跑去修炼。与此同时，玄天剑派的另外4个小团子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苦修。李彩彩努力想象肚子里的小蝴蝶，结果想着，肚子竟然咕咕叫起来。他师傅哭笑不得，引气入体期间不能进食，而苏青哥、周冷川、星义3人却展现出惊人天赋，一个周身清风流转，一个让周围温度骤降，还有一个竟有剑气缭绕。这一夜，整个剑派出奇的安静。4个小天才为了灵芝侍女通宵达旦，而始作俑者莫凌晨却悠闲地坐在峰顶品茶。另一边，七凤峰的修炼室内，我也在系统的指导下修炼着九霄玉雷真诀，想象丹田里有颗雷种，用灵力滋养它，让它发芽。很快，我的掌心就出现一个铃铛大小的紫色雷球，电光流转，噼啪作响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试着维持它的大小。可这对一个3岁的小奶娃来说，比憋尿还难。雷球在我掌心忽大忽小，极不稳定，电得我小手发麻，头发根根竖起，活像一只炸毛的小猫。哎呀！我被电得叫出声，却不敢松手。可就在我分神的瞬间，掌心的雷球突然失控，疯狂膨胀，整个修炼室都被映照成一片诡异的紫色。不要变小！我惊慌失措地大喊。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轰！一声巨响，雷球轰然炸开，狂暴的雷电之力瞬间席卷整个修炼室，墙壁被炸出一个巨大的窟窿，碎石四溅，
而正在封顶悠闲品茶的莫凌晨被这巨响惊得手一抖，一口灵茶全喷了出来。怎么回事？他身影一闪，瞬间出现在修炼室外，结果透过那个大窟窿，他竟看见罪魁祸首呆坐在废墟中央，小脸乌黑，头发根根直立。师虎，我看见师傅。大眼睛里瞬间蓄满水汽。意义不是故意的。莫凌晨看着那个能容纳两人并行的大洞，又看看委屈巴巴的小徒弟，一时哭笑不得。他挥手驱散烟尘，沉声问道：你在修炼什么法术？我抽抽搭搭，意义在养雷雷，但是雷雷不听话。我伸出冒着青烟的小手，掌心一片焦黑。莫凌晨立刻握住我的小手，用灵力治愈伤口，可他却猛然察觉，这残留的雷电之力精纯又霸道，绝非普通雷法。他微微蹙眉：是谁教你的这个法术？我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根本说不出系统2个字，不能说，这是最高机密。系统一脸严肃，我急得小脸通红，最后只能含糊道：是意义自己想的。莫凌晨挑眉看着我，这小徒弟明显在撒谎，但他没有戳破，只是轻轻拍了拍我冒烟的小脑袋。修炼雷法很危险，下次要在师傅监督下练习，知道吗？我用力点头，扑进师傅怀里。意义知错了。次日清晨，2只灵鹤轻盈地降落在七凤峰主殿前，心意和苏青哥从鹤背上跳下，迈着小短腿就往里冲。意义师傅，莫师叔祖。谁知刚进殿内，他们就看见我正在师傅的监督下小心翼翼地练习控制雷灵力。听到小伙伴的声音，我瞬间分心，掌心的雷球噗的一声直接消散。星翼，青哥，我立刻开心地跑过去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星翼的小脸上满是兴奋，直接宣布星翼成功了，昨天晚上就成功引气入体。苏青哥也用力点头，小脸红扑扑的。青哥也成功了。就在子时之前，下一秒，2个小团子眼巴巴地看向莫凌晨，异口同声：奖励呢？莫凌晨挑眉，看着这2个一大早就来讨债的小家伙。哦，这么快？他伸手一探，2个孩子的经脉中果然有微弱的灵力流转。不错，莫凌晨难得露出赞许的笑容。他挥手间，4道绿光飞入殿内，化作4个灵植少女，2个冰莲所化，气质清冷；2个迎春花所化，温柔可人。星翼和苏青哥瞬间惊喜地瞪大眼睛，小脸上写满了开心。谢谢意义师傅，谢谢莫师叔祖。与此同时，寒冰峰和炼丹峰上，周冷川和李彩彩仍在为引气入体做最后的垂死挣扎。肚子好饿，李彩彩直接哭丧着脸。彩彩想吃饭，可她师傅却无奈摇头，专心引气入体期间不能进食。而另一边，周冷川周身寒气缭绕，已经触摸到那道门槛，却偏偏总是差那么一点点。此时，星翼和苏青哥已被接走，修炼室内只剩下莫凌晨和我师徒2人。莫凌晨决定亲自监督这个小徒弟。意义，凝神静气，像昨天那样凝聚雷球。我立刻盘腿坐好，小脸严肃地闭上眼睛。很快，一个铃铛大小的紫色雷球再次出现在掌心。很好，莫凌晨赞许点头，现在试着维持它的大小。谁知我越是紧张，控制力就越差，雷球开始不稳定的闪烁，忽大忽小，不要变大。我小声嘀咕着，小脸憋得通红。可是雷球完全不听使唤，竟瞬间膨胀到碗口大小，电光四射。莫凌晨刚想指导，却已经来不及。轰！又是一声巨响，雷球再次炸开。幸好莫凌晨早有准备，挥手布下结界，将爆炸控制在最小范围。但修炼室内还是弥漫着一股焦糊味。我的头发再次根根直立，小脸乌黑。师虎，我委屈巴巴地看着师傅，大眼睛里水光潋滟。意义不是故意的。莫凌晨看着第3次炸毛的小徒弟，无奈地揉了揉眉心。他从未见过如此难以控制的雷灵力。算了，他才3岁，我3岁还在玩泥巴呢。想到这里，他心态瞬间平和。没事，意义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就在我准备再次尝试时，莫凌晨脑海中猛然灵光一闪，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这次我们换种方法。他微笑着说，不要把雷灵力当成力量，把它想成一个小宠物，一只狸奴。我瞬间眨巴着大眼睛。狸奴？对，就像皇宫里那些小猫。莫凌晨耐心解释，你要爱护它，陪它玩耍，但不能把它关在笼子里。这个比喻让我眼睛一亮。雷雷是意义的小狸奴。我好奇地看着掌心残留的电光。没错，莫凌晨点头。现在试着邀请他出来玩耍，而不是强行控制他。我似懂非懂的点头，再次闭上眼睛。这一次，我想象着在呼唤一只调皮的小猫，雷雷，出来玩呀。下一秒，奇迹发生，一个铃铛大小的紫色雷球再次出现，可这次的雷球却温顺无比，电光柔和的流转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莫凌晨轻声指导，先和他熟悉一下，感受他的情绪。我惊奇地发现，这雷球真像只小猫，时而蜷缩，时而跳跃。我试着用灵力轻轻抚摸，雷球竟发出愉悦的嗡鸣声。狮虎，雷雷喜欢意义。我惊喜地大叫。莫凌晨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他也没想到这个比喻的效果竟然这么好。很好，他赞许点头。现在试着用小鱼竿引导他，不要强迫他。我心念一动，掌心的雷球竟随着我的意念缓缓移动，大小稳定，再无失控迹象。太棒了！系统欢呼起来。雷灵力至阳至刚，强行控制反而会激起他的反抗，以柔克刚才是正道。我瞬间玩得兴起，让雷球在掌心滚来滚去。那狂暴的雷球，此刻竟真的成了我的小宠物。莫凌晨看着这一幕，微微点头。这种与灵力的亲和度，元婴修士中都极为罕见。狮虎看，意义会让雷雷跳舞。我兴奋地让雷球在指尖跳跃，划出优美的弧线，做得很好。莫凌晨由衷称赞，记住这种感觉，要与他沟通，而不是强行控制。知道啦。
我开心的点头。修炼室内再无爆炸，只有银铃般的笑声。莫凌晨看着小徒弟，唇角不自觉地扬起。教导这个3岁徒弟，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而此时的我，已经完全沉浸在快乐中。雷雷乖，意给你吃灵力。我用最纯净的灵力喂养掌心的雷球，雷球的电光竟越发璀璨。就在这时，日落时分，2只灵鹤再次降落，再来的竟是气喘吁吁的李才才和周冷川。成功了！李才才小脸红扑扑的。才才在太阳落山前成功了。周冷川依旧冷着脸，但眼中难掩兴奋。冷川也成功了。莫凌晨探了探2人经脉，满意的点头，自然不会食言。他再次挥手，2道绿光飞出，瞬间化作2个少女，一个金边绿裙，一个银白长裙。这是金盏花，适合才才；这是雪莲，与冷川的冰灵根相得益彰。李才才和周冷川瞬间惊喜的瞪大眼睛。而此时此刻，玄天剑派的风再次响起了那熟悉的炫耀声。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徒弟引气入体了？到底有完没完？2天听了5遍，嘘，小嘴巴，不说话。这几个长老是约好了轮流来炫耀的吗？然而就在此时，主峰修炼室内，白芷薇听着窗外的欢声笑语，指甲竟深深掐入掌心。他们都成功了，怎么就我不行？他死死咬着下唇，眼中满是不甘。明明都是同一天来，年龄都差不多，他强迫自己冷静。对，因为他们都是变异灵根。可一想到李才才，他的心态瞬间失衡。李才才这个暴发户也是5行灵根，凭什么？白芷薇深吸一口气，重新闭眼，试图感受灵气，结果越是着急，就越是感受不到任何波动。芷薇，青兰长老的声音突然在门外响起，修炼最忌心浮气躁，今日先休息吧。白芷薇猛地睁眼，师傅，你的资质不差，只是时机未到。白芷薇低下头，掩去眼中的不甘。弟子明白。与此同时，七凤峰上5个小团子正围坐在一起，分享着灵果点心。易师虎最好了。李才才塞满嘴点心，含糊不清，要叫莫师叔祖。周冷川冷冷纠正。我得意地扬起小下巴。那当然，易的师傅最厉害了。莫凌晨看着这群叽叽喳喳的小家伙，眼中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柔和。当晚，莫凌晨给我服下了1枚洗髓丹，那丹药入口即化，可随之而来的却是撕心裂肺的痛苦。我疼得整晚哭嚎，感觉全身骨头都被打碎重组。师虎，意不要修炼了，意要回家。他哭得撕心裂肺，3个灵职侍女心疼得直掉眼泪。莫凌晨虽然心疼，却知道这是必经的过程。他整夜守在旁边，用灵力缓解他的痛苦。坚持住，听意。系统也在他脑中鼓励，洗髓之后，你就能更快见到父皇母后。一想到父皇母后，我咬着牙硬是撑了过来。第2天清晨，当我从痛苦中解脱，感觉整个世界都不一样，空气更加清新，灵气更加清晰。从那天起，我便开始了真正的苦修，每天天不亮起床，打坐运转9霄御雷真诀，早善后挥剑至少1000下，手腕要稳，出剑要准。挥剑之后，还有500次的基础功流程，刺、辟、疗、挂、点、崩、结，每个动作都要形成肌肉记忆。午膳后，则是灵力控制的训练。有了雷雷小黎奴的比喻，我对雷灵力的掌控进步神速。现在我已经能让雷球在掌心平稳旋转，甚至还能变化成小猫的形状。晚膳后还有文化课，莫凌晨亲自教我识字读书，了解修仙界的基本常识。1个月后的今天，我已经能熟练完成所有基础训练。师虎看，我兴奋地展示成果，一套基础剑法行云流水。莫凌晨满意的点头，不错，这1个月进步很大。得到师傅的夸奖，我更加开心。收起桃木剑，我猛地扑到师傅怀里，仰着小脸撒娇，师虎，我什么时候能去看父皇母后啊？我的大眼睛里满是期待，让人不忍拒绝。莫凌晨轻轻捏了捏他的小脸，想家了。我用力点头，亦好想父皇母后，还想宫里的桂花糕。莫凌晨沉吟片刻，随即开口，你现在已是炼气1层，乘坐非洲倒是可以。我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真的吗？不过，莫凌晨话锋一转，你要先通过一个小考验。什么考验？我紧张地问。明天我会安排你和李才才他们进行一场小比试。莫凌晨缓缓解释，如果你能获胜，师傅就带你去人间界一趟。真的吗？我兴奋地跳起来，意一定会赢的。看着他雀跃的模样，莫凌晨眼中闪过一丝笑意。这个小徒弟的进步远超他的预期。去休息吧，明天还要比试呢。知道啦。我开心地跑回小院，内心只有一个信念，明天一定要赢，然后回家看父皇母后。第2天，玄天剑派的演武场上早已围满了内外门弟子。第3天，中央的比武台被一道透明结界笼罩，5位小天才的师傅们端坐高台。听说这几个小师叔都是丹灵根以上的天才，那个最小的才3岁，真的能打吗？我听说云小师叔3天前就突破到炼气2层了。什么？3岁炼气2层？这怎么可能？就在众人议论声中，莫凌晨抱着我轻盈地落在台上，我一身利落的紫色练功服，头发高高竖起，格外精神。等下不能哭鼻子。莫凌晨捏捏我的小脸，打不过就投降，不丢人。我用力点头，小脸上写满认真。意知道了。我被放下后，昂着小脑袋环视四周，奶声奶气却气势十足。谁和我来？另一边，李才才也被他师傅抱上台。小胖子一身金光闪闪的练功服，胖乎乎的小手举得老高。台下的弟子们看着这2个3岁和5岁的小团子，全都觉得这比试像是在过家家。这么小的娃娃能有什么实力？还撑起结界，太夸张了吧！
小孩打闹而已，何必这么认真？然而，当笔试正式开始的钟声响起时，所有人瞬间收起轻视之心。彩彩哥哥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我小手结印，周身猛然泛起紫色电光，李彩彩也收起嬉笑，小胖手快速结印，金剑术，一柄金色小剑凭空出现，带着锋锐之气直射出去。台下顿时一片死寂，可我却不慌不忙，一面紫色雷盾瞬间凝聚，雷盾术，金剑撞上雷盾，发出刺耳轰鸣，电光与金芒四溅，激起结界阵阵涟漪。这是3岁孩子能使出的法术，那雷盾的强度已经堪比炼气中期。台下弟子全都目瞪口呆，这下终于明白为何要撑起结界。一击未中，李彩彩也不气馁，她小胖手再次结印，身影瞬间化作一道金光，金盾术。紧接着，李彩彩娇喝一声，周身金光大盛，锐金诀，数柄金色小剑在身前成型，带着凌厉气势呼啸而去。我小脸严肃，竟然不退反进，雷击术，掌心凝聚出一道粗壮的紫色电光，与飞来的金剑正面硬刚，轰！巨大的爆炸声在结界内回荡，金紫两色光芒刺得人睁不开眼。当光芒散去，2个小团子依然稳站台上，只是都有些气喘吁吁。依依妹妹好厉害，李彩彩由衷赞叹。但是彩彩不会认输的，彩彩哥哥也很厉害。就在这时，李彩彩小脸一肃，双手在胸前结出一个复杂的印诀。接下来我要用全力了。金红贯日，一道耀眼的金色长虹自她掌心射出，带着贯穿一切的气势扑面而来。这是瑞金诀中的杀招。台下一片哗然，连高台上的长老们都坐直了身子。莫凌晨微微蹙眉，已准备随时出手。可面对这凌厉一击，我不慌不忙，竟然闭上了眼睛。雷雷，方邦熠熠，我轻声呢喃，掌心向上托起，一个铃铛大小的紫色雷球出现在掌心，可雷球内部竟有灰色气流流转。下一秒，雷球迅速变形，化作一只活灵活现的雷电小猫。雷电小猫轻盈跃起，迎向那道金色长虹。就在所有人惊掉下巴的目光中，它张开小嘴，竟然将金色长虹一点一点吞噬。这是什么法术？雷灵力化形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才3岁啊！台下的人目瞪口呆。雷电小猫吞噬完金红，满意的舔了舔爪子，才化作点点电光消散。我的小脸有些苍白，显然消耗不小，随即看向呆住的李彩彩，露出甜甜的笑容。彩彩哥哥，还打吗？李彩彩挠了挠头，很干脆的举手。裁判，彩彩认输。依依妹妹太厉害了。第1场比试，云听义获胜，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这一刻，再没人敢小看这个3岁的小师叔。莫凌晨飞身落在台上，轻轻抱起有些脱力的小徒弟，眼中满是骄傲。做得很好，我靠在师傅怀里，笑得灿烂。师虎，意义赢了，可以回家看父皇母后了。师傅答应你。而台下的白芷薇看着被众人簇拥的小丫头，眼中闪过一丝阴霾。接下来的比试，她一定要赢，她绝不能再让这个3岁的小丫头抢走所有风头。第2场比试开始，星羿率先出手，小手指间寒气凝结，玄冰剑指，几道冰龙瞬间射出，轨迹精准得不像话，不愧是天生剑体。但苏青哥立刻施展风息步，身影轻盈的像柳絮，紧接着他小手结印，锋刃术，淡青色的锋刃呼啸而出，与冰凌在空中撞碎。谁知星羿大喊一声凝水成冰，周身竟凝结出一层冰晶防护，台下瞬间响起一片赞叹。我看得目不转睛，小拳头都握紧。青哥加油啊！眼看远程攻击没用，苏青哥立刻改变策略，他身影如鬼魅般贴近星羿，并指如剑直取对方手腕。没想到星羿不慌不忙，竟用玄冰剑指相迎，2个3岁奶娃竟然打出大家风范的近身剑指对决。星羿终究凭借变异冰灵根的优势，一招凝水成冰困住青哥右脚，他赢了。2个小团子却手拉着手走下台，刚才的紧张烟消云散。接下来第3场，6岁的周冷川对战7岁的白芷薇。周冷川上台还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，而白芷薇虽然优雅，眼里的紧张却藏不住。比试开始，周冷川毫不留情，他直接施展寒霜斩，冰冷的剑气席卷而出，整个比武台的温度骤降。白芷薇急忙用流水剑诀环绕周身，然而这正是他最大的失误。只听周冷川冷冷开口，凝水成冰。白芷薇周身的流水剑光竟然开始结冰。我瞬间明白，水灵根对冰灵根在修为相近时几乎被完全克制，他的每个法术都成了周冷川的助力。周冷川乘胜追击，地面猛然冒出数道冰刺，白芷薇咬牙放出水幕天花防御，但这道水幕在周冷川面前瞬间就被冻成冰雕。认输吧。周冷川面无表情，白芷薇满眼不甘，却无计可施。他咬着牙吐出3个字：我认输。然而就在裁判宣布周冷川获胜时，台下却响起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。周冷川也太不怜香惜玉吧，仗着属性相克欺负人算什么本事？我真是气笑。看着周冷川小脸更冷，白芷薇委屈的掉眼泪。我再也忍不下去，我直接双手叉腰站起来，对着那群人就是一顿输出。哎呀，打不过就说别人欺负人，那以后比试是不是要先问问你的灵根怕什么呀？我的声音清脆又响亮，全场瞬间安静。我看着那群人，不屑地哼一声，要是怕输就别来比试嘛，回家玩娃娃去好了。刚才叽叽喳喳的人瞬间噎住，白芷薇气得脸色发白，却只能咬着唇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系统在我脑海里感叹，恶毒女配果然是恶毒女配，从小就这样。裁判长老咳嗽一声，宣布道：
3个胜者角逐第1名，失败者也将进行比试，决定最后1名。听到最后1名4个字，白芷薇的身子明显一降，她绝对不能接受成为垫底，而我却摩拳擦掌，回家的诱惑就在眼前，我必须赢下第一。休息片刻，加赛开始，我对阵星羿，这是雷凌根与天生冰剑体的巅峰对决。我看着眼睛还红红的星羿，小大人似的拍拍他的肩，星羿，男孩子不能老哭鼻子，你还要不要当最厉害的剑修？他用力抹了把脸，罕见的坚毅，那开始吧。我摆开架势，周身紫色电光流转，比试开始。星羿率先出手，玄冰剑指直取我面门，冰凌带着刺骨寒气，诡计刁钻，但我根本不慌。雷遁术瞬间成型，精准挡下所有攻击，紧接着一记雷击术，紫色电光直扑星羿，他急忙凝水成冰，竖起一道冰墙。可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，冰墙在雷电高温下迅速融化，而融化的水竟然导电，电流顺着水流瞬间蔓延，不仅击中星羿，还反弹到我身上。哎呀！呜哇！我和星羿同时被电得跳起来，头发根根竖起，小脸乌黑，台下瞬间一片哗然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啊！但我甩了甩发麻的小手，眼睛却越来越亮。我发现那反弹回来的雷电竟然被我身体吸收，转化成精纯的灵力，这不就是雷电淬体吗？我兴奋地大喊：“星羿，再来！”说着，我主动撤去雷遁，任由他的冰系法术打过来。星羿虽然不解，还是施展冰刺诀，地面瞬间冒出数道冰刺。我不闪不避，反而主动迎上去，在冰刺命中前释放雷击术，轰！冰与雷再次碰撞，强烈的电流席卷整个比武台。好麻！星羿被电的小脸皱成一团，但我却越来越兴奋，这简直是一举多得！再来！我大喊一声，掌心的雷球毫不留情砸向他的冰盾，一次又一次碰撞，一次又一次电击。星羿被电得哇哇直叫，我却越战越勇，周身电光越来越盛，竟然在战斗中突破了，直逼炼气3层。台下观战的周冷川默默往后缩，小脸上写满恐惧。他一想到要和我这个人形雷电对战，就浑身发麻。这个一向冷冰冰的小男孩，竟带着哭腔喊起来：“星羿，你别认输呀，加油！我不想被电了。”而高台上的莫林晨眼中却闪着金光，他也没想到我竟然能在战斗中领悟雷电淬体的法门。就在这时，台上的星羿已经快要哭出来了，他的冰系法术越多，融化的水就越多，导电范围就越大，这简直是个死循环。他终于撑不住了，带着哭腔举手投降。羿认输，裁判长老立刻宣布第1场加赛，云听羿胜。我开心地跳起来，完全不顾自己一头炸毛，小脸乌黑的狼狈样。我跑到星羿身边，掏出一块糖塞进他嘴里。羿不哭，羿给你糖吃。结果星羿含着糖，抽抽搭搭地说：“羿，好可怕！”我一转头，就看见台下的周冷川，小脸更白了，他仿佛已经预见到自己被电得外焦里嫩的样子。紧接着，裁判长老的声音响起：“下一场，李才才对战苏清歌，金灵根对决风灵根，同样精彩纷呈。最终还是李才才技高一筹，险胜苏清歌。”就在这时，裁判长老随即宣布了最终赛程：赢家组是我对战周冷川，输家组是李才才对战白芷薇。莫凌晨看我跃跃欲试的样子，立马叮嘱我不许再用伤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。我嘴上乖乖答应，知道啦，师虎，心里却在疯狂盘算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出声：“其实你可以尝试控制雷电的强度。”这话让我眼睛一亮。对啊，我根本不用那么强的雷电，只要能稍微电到周冷川，让他害怕就行。而另一边，周冷川正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他想赢，但又真的不想被电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师傅看出了他的犹豫，温声开导：“修行之路充满挑战，若是连这点困难都畏惧，将来如何面对更大的风浪？”下一秒，周冷川抿紧嘴唇，小脸上浮现出与年龄不符的坚毅。他看向我，眼中虽然还有恐惧，但更多的却是战意。与此同时，白芷薇也信心满满，他觉得自己赢定了。就在全场屏息以待时，裁判长老的声音终于响起：“接下来，赢家组决赛，周冷川对云听羿。”我先行了个礼，大眼睛闪着狡黠的光：“寒川哥哥，请多指教。”他却面无表情的回礼：“请。”随着裁判一声比试开始，冰与雷的力量轰然碰撞，但我对雷灵力的掌控已经今非昔比。我不再用那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强力电击，而是改用细密的电流，像无数小针刺向他。这电击不伤人，却让他全身发麻，根本无法集中精神。结果在连续被我电了10几次后，周冷川顶着一头炸毛，气鼓鼓的认输了。他难得的闹起脾气，指着我大喊：“哼，羿坏，不喜欢你了，你老电我，哼，讨厌！”我却毫不在意，开心的围着他转圈。没事呀，羿喜欢寒川哥哥就好了。周冷川彻愣了半天，才小声嘟囔：“他这别扭的样子引得台下哄堂大笑。”紧接着就轮到输家组的比试，李才才对战白芷薇。白芷薇仗着自己年龄大，根本没把李才才放在眼里，以为能轻松获胜，但他根本不知道，李才才在之前的比试中已经悄然突破到了炼气2层。比试一开始，白芷薇还想以柔克刚，谁知李才才的金剑术威力暴增，直接化作一大片箭雨，铺天盖地射向他。白芷薇的水幕瞬间溃散，被逼得狼狈不堪。李才才学着周冷川的酷样，认输吧。白芷薇咬着唇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她不能接受自己连输2场，更不能接受要和一个3岁的小丫头争倒数第一。就在她犹豫时，李才才乘胜追击，一道金红直接划破她的衣袖，
白芷薇看着破损的衣服，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台下立刻有人为她说话，李师弟也太不近人情了吧，就是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然而李才才双手叉腰，用还带着奶音的声音开始了疯狂输出，比我们都大，是我们的师姐，被我这个师弟打败还好意思哭，我比了3场，他才比了2场，我比他耗费的灵力多得多。他越说越激动，小脸气得通红，前面说冰克水，现在又金克水，那以后打架是不是还得先问问咱俩灵根相不相克啊？相克你就胜之不武。这一连串的质问直接把所有人都问懵了，我在台下看得目瞪口呆，谁能想到一个李才能说出这么犀利的话？我突然灵机一动，一本正经地拉着莫凌晨的手，师虎，以后我比赛不能见到土灵根的。莫凌晨挑眉，为什么？我理直气壮，和我的雷灵根相克呀。李才一听也有样学样，转头对他师傅喊，师傅，我以后也不能看到雷火冰灵根的，你多给我找点木灵根的。他师傅忍着笑，为什么呀？雷火冰灵根的会克制我的，但是木灵根我可以克制他。这话一出，连严肃的裁判长老都忍不住笑出声。然而白芷薇的女主光环实在太强了，大部分人竟然还是同情她，开始指责李才咄咄逼人。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里，裁判长老宣布李才获胜，可那感觉倒像是李才做错了什么。白芷薇哭着跑下台，那样子让不少人心疼，可李才却气鼓鼓地站在台上，满脸不服气。就在这时，裁判长老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下一场周冷川、星羿准备，这意味着白芷薇还要和苏青哥争夺第5名。听到这话，白芷薇哭得更凶了，而我已经锁定了第1名。我开心地扑进莫凌晨怀里，师虎，羿羿赢了，可以回家看父皇母后了。很快，周冷川和星羿的冰灵根内战开始，两个小家伙打得赏心悦目。最终，星羿以一招冰龙吟险胜。周冷川虽然输了，却很有风度，两个小团子竟然手拉手下台，之前的矛盾烟消云散。紧接着就是最后一场比试，3岁的苏青哥对战7岁的白芷薇。尽管白芷薇年长4岁，可苏青哥凭借风灵根的敏捷，身影飘忽不定，两人打得难分难解。最后，苏青哥竟以一招风卷残云险胜。当裁判宣布结果时，全场震惊，3岁战胜7岁。星羿天真地问大师兄：“风灵根克水灵根吗？”大师兄忍着笑解释，胜负更多取决于实力。就在这时，李才啃着鸡腿走过来，老气横秋地说：“星羿，今天哥哥教你4个字。”星羿好奇地问：“什么呀？”李才塞了满嘴鸡腿，含糊不清却理直气壮：“菜就多练。”然而，在剧情的影响下，大部分人竟然还是偏向白芷薇，他们纷纷安慰，说她只是运气不好，甚至有人说芷薇年龄还小。就在这一片安慰声中，白芷薇哭得更加伤心，我却一脸无辜地开口：“可是亲哥才3岁啊，白芷薇都7岁了，为什么要和妹妹比小？”我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演武场，所有人瞬间愣住。对啊，一个7岁的输给一个3岁的，还有什么脸找借口？白芷薇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她不能接受自己竟然是最后1名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莫凌晨看着这一幕，喃喃自语，说话怎么和我年轻时候这么像？下一秒，他又释然了，算了，自己徒弟不和自己像和谁像？就在这时，裁判长老终于公布了最终排名：第1名云听羿，第2名星羿，第3名周冷川，第4名李才，第5名苏青哥，第6名白芷薇。这个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，年龄最小的团子竟然包揽了第1，而年龄最大的白芷薇却垫了底。比试一结束，我开心地和小伙伴们宣布，师虎答应带我回家看父皇母后了。接着，我眼珠一转，看向4个小伙伴，你们要不要过几天和我一起去皇宫玩？皇宫？4个小团子眼睛瞬间亮了，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？李才第一个响应，羿想去，冷川也想去，我不怪你垫我，青哥也想去，我得意的一扬小下巴，那就说定了，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我们5个顿时欢呼起来，完全忘了比赛的疲惫。可远处的白芷薇却死死盯着被众人簇拥的我，眼里满是嫉妒。为什么这个3岁的小丫头总能得到所有人的关注？她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所有人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才。比试结束后，我回到七凤峰，眼巴巴地望着师傅。莫凌晨故意板着脸看我作甚，我立刻拖长了尾音：师虎，羿要回家。莫凌晨云淡风轻地抿了口茶，知道。但是我掰着手指头开始数，我需要漂亮的非洲灵植侍女，会飞的灵宠，还有丹药法器灵石。莫凌晨挑眉，要这些做甚？我理直气壮地挺起小胸脯，回去要有牌面，这样父皇母后就知道我有出息了，也没人敢欺负他们了。莫凌晨陷入沉思，大夏人皇也会被欺负？我一脸严肃，当然会。父皇说北边的蛮族和西边的月之国总来找麻烦，要是他们知道我带了这么厉害的狮虎和宝贝回去，肯定就不敢了。这番话让莫凌晨哭笑不得，但他看着我认真的模样，还是心软了。与此同时，其他4峰也在上演着类似的对话。寒冰峰上，周冷川正扯着他师傅的衣袖，师傅，冷川想要些丹药和法器，你要这些做什么？送给羿羿。周冷川小脸微红，他要回家看父皇母后，需要排场。与此同时，剑翼峰上，星羿也认真地对师傅说，师傅，羿羿想要些灵石和符箓，为何？羿羿要回家，羿羿想帮忙。紧接着，流云峰的苏青哥也怯生生地问，师傅，青哥能不能要些漂亮的法衣和首饰？我要给羿羿添妆。小姑娘声音虽小，却无比坚定。而炼丹峰的李才更是直接，师傅，把您压箱底的好东西都拿出来，
才要送给义义撑场面。4位长老看着自家徒弟，全都哭笑不得，但看着孩子们真挚的眼神，他们还是慷慨解囊。很快，各式各样的宝物就堆满了气凤峰的主殿。这是上品灵石100块，拿去给你父皇充盈国库。这几瓶丹药可治百病，送给你母后调养身子。这些符箓能保命，让你父皇带在身边。我看着堆积如山的礼物，大眼睛亮晶晶的。谢谢师兄师姐，谢谢师虎。莫凌晨看着这一幕，眼中带着笑意。他这位飞升老祖，自然比那4位长老才大气粗得多。只见莫凌晨随手一挥，一艘流光溢彩的飞舟瞬间出现在殿外。飞舟通体紫檀木打造，镶嵌着各色宝石，船头是栩栩如生的凤凰，船帆竟然是用千年冰蚕丝制成。哇！我们5个小团子齐声惊叹。更夸张的是，飞舟周围还跟着数十只珍稀灵宠，七彩灵雀、月光狐、金翅大鹏，每一只都神俊非凡。这些够排场了吗？莫凌晨含笑问。我开心的直拍手，够啦够啦，师虎最好了。3日后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莫凌晨带着我们5个，乘坐着奢华无比的飞舟，浩浩荡荡的前往大夏王朝。按照我的要求，飞舟特意选择了最招摇的路线，穿过大夏最繁华的街道。我穿着最昂贵的法衣，站在船头，身后是莫凌晨和4个小伙伴。地面上的人瞬间炸锅了，快看，天上那是什么？是仙人，仙人下凡了。那不是小公主吗？小公主成仙回来了，还有仙尊，比国师还要厉害的仙尊。沿途百姓纷纷跪拜，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整个大夏。我站在船头，小脸上满是骄傲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大夏公主已经是仙人了。我还带了比国师更厉害的仙尊回来，看以后谁还敢欺负我父皇母后。飞舟缓缓降落在皇宫的御花园，父皇和母后早已等候多时。当看到我从飞舟上蹦蹦跳跳下来时，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父皇、母后，我迈着小短腿飞奔过去，一头扎进母后怀里，震得听意。父皇的声音哽咽，这个威严的帝王此刻也泛起了泪光。母后更是紧紧抱着我，泣不成声。母后的心肝肝，母后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。一家3口相拥的画面，让莫凌晨和4个小伙伴都为之动容。好一会儿，我才从母后怀里抬头，拉着他们的手，骄傲地介绍：“这是我的师虎，莫凌晨仙尊，比国师还要厉害哦。”莫凌晨微微颔首，见过人皇。皇后、父皇连忙回礼：“仙尊不必多礼，小女顽劣，多谢仙尊悉心教导。”接着，我又一一介绍了我的小伙伴们，他们也有模有样的行礼。父皇看着这几个粉雕玉琢的娃娃，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。大家不用给朕行礼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当看到飞舟上卸下的那些宝贝时，我父皇母后直接惊呆了。丹药、符箓、灵器、法器、灵石、法衣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母后心疼地拉着我，意义自己留着用，父皇母后不要，我却骄傲地挺起小胸脯。意义有很多，我在仙门可有出息了，是亲传弟子，跟长老们一个等级。我只花了3个时辰就引气入体，而且这次比试我还拿了第1名。说到这里，我小嘴一撇，那个丞相家的女儿就是我最讨厌的那个讨厌鬼，她拿了最后1名。我每说一句，父皇母后的心就更疼一分，他们觉得我一定是吃了天大的苦。提起那个丞相的女儿，我看见父皇眼中闪过一丝冷光，紧接着我指着那堆丹药，父皇母后吃一颗这个，意义不认识太多字，你们自己看吧。母后拿起一瓶，只见瓶身上赫然写着驻颜丹3个字。她震惊地看向莫凌晨，可莫凌晨却只是淡淡地说：“这些丹药在修仙界也算上品，比人间那些残次品好得多。”这时，父皇拿起另一瓶，上面写着延寿丹，他的手都微微发抖。这些在人间界万金难求的仙丹，在我嘴里竟然像普通的糖果。我的小公主长大了。母后越说越哽咽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我歪着头，突然想起太子哥哥去哪里了。父皇柔声说已经派人去叫了。李才突然凑过来说：“陛下，这些丹药在人间界可是万金难求，您和娘娘一定要按时服用。”周冷川也难得的开口：“我这里还有些冰心丹，可解暑热。”星逸和青哥也纷纷献上自己的礼物。看着这群懂事的孩子，父皇母后感动不已。他们的小听义不仅过得很好，还交到了这么多真心的朋友。我兴奋地拉着他们的手，走向那群珍稀灵宠。七彩灵却展开绚丽的尾羽，月光狐优雅的踱步，金翅大鹏振翅高飞。这些只在传说中出现的灵兽，此刻却温顺地围绕在我身边。工人们都看傻了，小公主真的成仙了，这下看谁还敢欺负我们大夏。父皇看着我灿烂的笑容，郑重地向莫凌晨行了一礼：“仙尊，多谢您对听义的悉心栽培。”莫凌晨却淡淡一笑：“听义天赋异禀，是玄天剑派之幸。”然而就在皇宫洋溢着欢声笑语时，远在宗门的白芷薇却莫名感到一阵心悸，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在离他远去。正当此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身穿明黄太子袍的少年匆匆赶来。当他看到我时，眼中瞬间迸发出惊喜的光芒。听义，太子哥哥！我像只欢快的小鸟般扑进他怀中，义好想你。云长风紧紧抱着我，这个一向稳重的太子此刻也难掩激动。才1月未见，皇兄也觉得像是过了好久好久。我从哥哥怀中抬起头，小脸上写满了骄傲。在皇宫的几日转瞬即逝，我们简直把皇宫当成了游乐场。终于到了返程的日子，皇宫门前，我抱着母后的腰不肯撒手，哭得稀里哗啦。父皇母后皇兄，义走了，呜呜呜。另外4个小团子也有样学样，抱着太监宫女的大腿不放。御厨做的芙蓉糕好好吃，才还想吃。义喜欢那个会唱歌的鸟儿。
我抽抽搭搭的叮嘱父皇母后皇兄，丹药不能经常吃哦，身体会受不住的。好不容易被哄上灵州，莫林晨临行前特意对父皇点拨道：因果不可沾染，功德有助修行。短短一句话，却让我父皇眼中金光暴涨，他立刻领会其中深意，当即下令传朕旨意，从今往后，所有皇室善举皆以小公主云听义之名进行。紧接着，母后也立即吩咐将本宫的脂粉钱省下一半，以听义之名设立慈幼院。太子哥哥更是直接表态，东宫用度减30%，修建学堂，皆记在皇妹名下。莫林晨满意颔首，驾着灵舟冲天而起。灵舟上，我们已经止住了哭泣。义，你父皇母后真好。李才才满脸羡慕，御厨做的点心太好吃了。苏青哥还在回味，我骄傲地挺起小胸脯。那当然，义的家是全世界最好的。莫林晨看着我们，唇角微扬。灵舟穿越云层，我们很快回到玄天剑派。紧接着，我们被各自的师傅领走，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闭关修炼。在戚凤峰浓郁的灵脉中，我进步神速。毕竟莫林晨作为飞升老祖的关门弟子，手中的灵脉资源多到数不完，说是全修仙界最富也不为过。很快，我成功稳固在炼气4层，其他4个小伙伴也稳定在炼气3层。然而，系统在扫描宗门情况时，却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：白芷薇竟然已经突破到炼气5层了。怎么可能？原著中这个时候，白芷薇应该才刚突破炼气3层啊！系统暗自嘀咕，原著中李才才他们都去了别的宗门，是后期被白芷薇打脸的配角。最关键的是，原著里我和白芷薇共用一个偏心师傅，间接导致我黑化。可现在这一切都乱了套，难道是他提前遇到了原著里的机缘？系统突然来了兴趣，有点意思。他喃喃自语，那就看看是剧情的力量更强，还是改编后的命运更胜一筹。反正我不知道积分的存在。系统心安理得地借用我的积分，开始在主神商店里疯狂购物，买点好东西备着，万一哪天能凝结实体呢？系统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，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我甚至不知道白芷薇的异常进步。此刻我刚结束修炼，正开心地吃着点心。师虎，我塞了满嘴糕点，含糊不清地问：意什么时候能学御剑飞行呀？莫林晨无奈地擦去我嘴角的碎屑，你才炼气4层，急什么？可是意想带父皇母后飞上天吗？我理直气壮，那就好好修炼。莫林晨揉了揉我的小脑袋，到时候师傅亲自教你。真的吗？我眼睛瞬间亮了，那意要更努力修炼。看着我干劲满满的样子，莫林晨眼中闪过一丝笑意。与此同时，主峰上，白芷薇刚刚结束闭关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，她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炼气5层，她终于超越了我这个3岁的小丫头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做那个奇怪的梦，在梦里她得到了许多机缘和指点，但既然有助于修炼，她自然不会放过。云听意，她轻声念着我的名字，眼中闪过一丝冷光。等着吧，下次大比，我一定要让你尝尝惨败的滋味。莫林晨为了奖励我，特意送了我一枚被封印的灵蛋，银白蛋壳咔嚓一声，竟然钻出一只小狸奴。下一秒，这小家伙就感受到我身边浓郁的雷灵气，立马疯了一样扑进我的怀里。哇，好纯正的灵气，贴。小家伙讨好的蹭来蹭去，我开心的抱着这个毛茸茸的小东西。莫林晨满意的点点头，意这么可爱，这种目前看来软萌的小灵宠最适合不过了，以后你叫。我歪着小脑袋想了想，意驾到统统闪开，瞬间莫林晨、系统还有怀里的小狸奴全都石化。莫林晨轻咳一声，换一个吧，狸奴会记不住的。那我再想想。我眨巴着大眼睛，雷霆嘎巴，怎么样？结果现场还是一片死寂，见大家都没反应，我继续发挥，看着他一身银毛灵机一动，那就叫你小黑吧。小狸奴的猫脸瞬间垮掉，满脸都写着问号。莫林晨赶紧说，小猫会伤心的。我又接连爆出霹雳隆隆、闪电尾巴、雷球滚滚，他们一人一猫一桶，表情从震惊到麻木。最终我一拍小手，定下终极版，雷地嘎嘎，就这么定了。小狸奴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尽管名字离谱，莫林晨还是帮我跟雷地嘎嘎签订了契约。我立刻抱着我的神宠去找小伙伴们炫耀，没想到李才才他们竟然个个双眼放光。雷地嘎嘎，好厉害好威风的名字呀，嘎嘎好可爱。小伙伴们轮流抚摸我的雷地嘎嘎，他生无可恋，内心却很诚实。呜呜呜，名字好丢人，可别让小饕餮听到。但是真的好舒服哦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在我脑海里一声尖叫，我去，幼年期的吞天吼后裔。系统难以置信，莫林晨竟然把这个都给了你，他肯定不知道这玩意儿的真实身份。紧接着，系统又恨铁不成钢地看着雷地嘎嘎，你堂堂神兽，尊严呢？然而，小狸奴早就被几个小仆人摸得呼噜噜打滚，小肉条也好吃，灵气也好闻，本神兽沦陷了。其实这只吞天吼幼兽是莫林晨特意为我挑选的，只因它的血脉与我的雷灵根最为契合。此时看着我怀里的雷地嘎嘎，其他4个小团子眼馋的不行，哇的一声哭出来。下一秒，他们纷纷哭着跑去找各自的师傅，也想要一只灵宠。与此同时，我获得灵宠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玄天剑派，3岁小师叔竟然有灵宠，这下所有弟子都酸了。才3岁啊，这也太宠了吧！我入门10年连只灵雀都没有。这些议论自然也传到了白芷薇的耳朵里，她一听说我有了灵宠，极度的发疯。凭什么这个3岁小丫头总能得到最好的？然而就在这时，剧情的力量再次启动，白芷薇竟在后山偶然获得了一只灵狐，那灵狐通体雪白，
有经文，看起来比我的雷帝嘎嘎还要威风。紫薇师姐的灵宠好威风，比3岁小师叔那只只会卖萌的雷帝嘎嘎强多了。听着众人的吹捧，白芷薇的自尊心和攀比心得到极大满足。她轻抚着灵狐柔软的毛发，心中暗道：云听义，你有的我都有，我现在比你强多了。此时我刚练完剑，哒哒哒的跑到莫凌尘面前，师虎，嘎嘎要吃灵果。莫凌尘挑眉看我，又瞥了眼睡得正香的雷帝嘎嘎，真是嘎嘎想吃，不是意义想吃。我的小心思被戳穿，小脸一红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就是嘎嘎想吃。话音刚落，被吵醒的雷帝嘎嘎一脸懵逼，本神兽在梦里啃鸡腿，怎么突然就背锅了？莫凌尘忍着笑，板起脸，当真没骗师傅。我纠结半天，最终还是诚实的说，意也想吃一点点。看着我这副又馋又怕的模样，莫凌尘笑出了声，他揉揉我的头，师傅带你去摘灵果。我眼睛一亮，立刻拉住莫凌尘的手，狮虎最好。被遗忘的雷帝嘎嘎不满了，敏捷地跳上莫凌尘的肩膀，喂，本神兽也要去。我心满意足地坐在莫凌尘臂弯里摘灵果，小手捧着珠果，小口啃着。雷帝嘎嘎则趾高气昂地蹲在莫凌尘另一边肩膀，尾巴悠闲地晃动。莫凌尘一脸无奈，你俩这是想压死我？我立刻奶声奶气地辩解，意义不重，意义还是小宝宝，小嘴周围还沾着红色的果汁。莫凌尘宠溺地帮我擦掉，而雷帝嘎嘎见状，竟然有样学样，在莫凌尘肩头蹦跶起来。莫凌尘斜睨他一眼，你给我滚下去！小家伙瞬间怂了，灰溜溜地跳下来，只敢在心里嘀咕，凶什么凶？就在这时，我们竟然迎面撞上了带着灵狐散步的白芷薇。她本来心情正好，新得的灵狐威风漂亮，一路走来收获了不少羡慕的目光。然而当她看到被莫凌尘抱在怀中，穿着精致法衣的我时，那股攀比心又冒了出来。她竟故意让灵狐上前，想吓唬我。那灵狐龇牙咧嘴，喉咙里发出低吼。然而下一秒，惊人的一幕发生，原本威风凛凛的灵狐突然僵在原地，尾巴夹紧，浑身瑟瑟发抖。他的目光死死盯着我脚边的雷帝嘎嘎，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存在。雷帝嘎嘎却只是懒洋洋地瞥他一眼，连龇牙都懒得。这种低阶灵兽，给他当点心都不配。白芷薇见状，气得暗骂：废物，一只狸奴你都怕？他强撑着笑对莫凌尘行礼，接着又看向我，语气带着讥讽：云师叔气色真好，想必是修炼有精进。我本来就不喜欢他，小脸一扭，直接埋进莫凌尘颈窝。莫凌尘感受到我的排斥，立刻对白芷薇冷淡道：若无他事，我们先回了。看着莫凌尘抱着我远去的背影，白芷薇气得直跺脚。她低头瞪着发抖的灵狐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没用的东西，我要你何用？灵狐委屈的呜咽一声，他也很无奈啊。那只狸奴身上的血脉压制，让他根本无法反抗。系统看着这一切，陷入沉思。作为恶毒女配自救系统，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我摆脱原著的悲惨命运。万一宿主任务失败，下场还是那么惨怎么办？同冷冰冰的机械音中罕见地带上了一丝焦虑。系统快速调阅原著剧情，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再次浮现。8年后，我11岁，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，却凭借天赋修炼到金丹初期，而白芷薇15岁，筑基大圆满。原男主为了给白芷薇铺路，竟然开始哄骗我。他假装对我好，让我爱上他，然后就要我为爱情奉献，让我把更强的雷灵根换给白芷薇。我拒绝后，他竟武力相逼，还用我的人间皇族威胁。最终，我龙气被磨光，被迫交换灵根。可那水灵根与我的体质发生了严重排斥。就在我生命垂危之际，宗门长老竟然逼我把救命灵药给白芷薇巩固身体。绝望之下，我将灵草塞入口中，结果掌门竟废我修为，强制提取灵药，最后还将我逐出师门。被赶出宗门后，我危在旦夕，我体内隐藏的阴灵根开始疯狂吸收周围的负面能量。不仅如此，还在残余雷灵根的辅助下，反过来吞噬了体内的水灵根，我彻底黑化。后半段呢？怎么是空白的？系统发现原著记录到此戛然而止，结局如何？全没了。有意思，那本系统来写。系统灵机一动，既然是空白，那它岂不是可以创作一番？他立刻调出与我绑定的记录，开始补充。云听义重生了，重生在3岁刚爬登仙梯的时候，虽然天道抹去记忆，但执念引来了系统。系统携带着前世的警示，决心改变一切。哇咔咔，完美！系统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。不过，原男主明年就要出现了，按照原著，明年他就会对白芷薇一见钟情，然后开启一系列偏袒，最终导致我的悲剧。得提前做好准备。系统开始制定计划，增强我的实力，削弱白芷薇的光环。他调出我的属性面板：宿主云听义，修为炼气4层，灵根变异雷灵根，体质人皇血脉，灵宠吞天吼后羿，师傅莫凌尘，好友4位单灵根天才，积分12580。看着这个面板，系统信心大增。比起原著那个孤苦伶仃的我，现在简直是在天堂。有莫凌尘当师傅，有4个天才小伙伴，还有吞天吼后羿当灵宠，胜算很大。此时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切，我正追着雷帝嘎嘎满院子跑，非要给他扎小辫子。不要啊！本神的尊严，狮虎救命！嘎嘎欺负意义，明明是你追着他跑。莫凌尘眼中满是笑意。休息时，我突然想起前几天李才炫耀他师傅是婴儿中期，我哒哒哒跑到莫凌尘面前，仰着小脸认真的问：师虎，才说他师虎是婴儿中期，你有多厉害呀？
莫林晨闻言差点呛到，他耐心纠正：意，那叫元婴中期。哦，元婴。我似懂非懂的点头，又追问：那师虎，你是什么期啊？这个问题让莫林晨罕见的迟疑了，但看着小徒弟清澈的大眼睛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保守说法。师傅现在是元婴初期。说完，莫林晨莫名有些心虚，早知道说的强一点了。他暗自后悔，小徒弟不会因此看不起为师吧？我果然陷入沉思，歪着小脑袋，大眼睛眨啊眨，似乎在努力消化这个信息。就在莫林晨考虑要不要不经意间展露实力时，我终于开口：师虎，那你和才师虎哪个厉害呀？初期和中期哪个厉害呀？师虎，你到底行不行呀？这灵魂三问让莫林晨当场语塞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本着诚实教育的原则，艰难的回答：多多师傅比较厉害，毕竟元婴中期确实比元婴初期强，虽然他一根手指就能按死李才的师傅啊。我的小脸顿时垮下，但很快我又打起精神，用小手拍了拍莫林晨的膝盖，安慰道：师虎没事的，意不嫌弃。莫林晨直接愣住，他需要被一个3岁小娃娃安慰吗？雷帝嘎嘎把脸埋进爪子里，肩膀可疑的耸动，我就多余替他担心，我觉得自己安慰的不够，继续认真鼓励莫林晨：师虎你放心，你以后肯定能成为大人中期的。莫林晨：大人中期？修仙界有这种境界吗？雷帝嘎嘎终于憋不住了，在心里笑翻，噗哈哈哈哈，大人中期，这什么鬼境界啊？系统也忍俊不禁，婴儿期之后是大人期，没毛病。莫林晨这才明白我的逻辑，他哭笑不得，但看着我真挚的眼神，心头又是一暖。好，他弯腰将我抱起，那师虎就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突破到大人中期。我用力点头，师虎加油，意相信你。1个月转瞬即逝，玄天剑派却发生了几件大事。首先，白芷薇的修为竟然从炼气5层突破到6层，声望水涨船高。更让系统震惊的是，他发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人，原书男主宋景洲竟然提前1年出现在玄天剑派。按照原著，他应该明年才出现，然后对8岁的白芷薇一见钟情。可现在他不仅提前出现，而且是直接被长老领进宗门，根本没参加登仙试炼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在识海中疯狂运算，剧情修正能力这么强，他立刻对宋景洲进行深度扫描。姓名：宋景洲，年龄8岁，修为炼气3层，灵根火金双灵根，背景东周宋家少主，状态因家族变故提前送入玄天剑派避难。原来如此，系统分析着数据，家族变故导致提前入宗，虽然时间线变了，但核心设定没变，看来剧情的自我修正能力确实强大，重要角色无论如何都会在合适的时间登场。然而系统更担心的是，这1个月我明明修炼刻苦，可修为却卡在炼气4层，纹丝不动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我的4个小伙伴李才才、周冷川他们都已经突破到炼气5层。5个小团子聚在一起玩耍时，李才才好奇地问我：意，你是不是偷懒啦？我们都超过你啦。我的小脸顿时垮下，委屈地撅起嘴：意没有偷懒，意每天都认真修炼的。看着我闷闷不乐的样子，莫林晨将我抱起来，温声哄我：意很努力，修炼不是越快越好，我们意只是在打地基而已。真的吗？我抬起泪汪汪的大眼睛，声音带着哭腔：对呀，意很棒的。莫林晨擦去我眼角的泪珠，语气温和又坚定。然而他一转身，眼神却瞬间沉了下来。别人不知道，他却清楚得很。七凤峰灵脉是玄天剑派最浓郁的，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下，我的修为却停滞不前，这绝对不正常。莫林晨心中暗忖，开始仔细探查我的身体。与此同时，系统经过反复扫描和计算，终于也发现了问题所在，原来是天道在作祟。系统看着检测结果，恍然大悟，我体内的阴灵根就像一个无底洞，疯狂吸收着我修炼来的灵力。更麻烦的是，我的雷灵根似乎被天道规则阻拦，无法顺利提升，这就造成了一个诡异的平衡，雷灵根被压制，阴灵根疯狂吸收，导致我的修为始终停滞。不过系统仔细分析数据，这未必是坏事，阴灵根吸收的灵力没有浪费，而是在不断夯实我的基础。这个地基比寻常修士厚实太多。如果说普通修士的地基是1尺石板，那我现在的地基就是10尺厚的金刚，只是这些内在提升，在外人看来就是修为停滞。别难过，莫林晨探查后发现我身体状况良好，甚至比同龄修士强得多，便放心许多。你看雷帝嘎嘎，他不也长得慢吗？突然被点名的雷帝嘎嘎猛然抬头，关本神什么事？本神是神兽，成长周期本来就很长。我看看莫林晨，又看看脚边的黎奴，终于破涕为笑。意知道了，意会继续努力的，这才对。莫林晨揉揉我的小脑袋，心中却打定主意，要好好研究我修为停滞的原因。而系统则看着我体内那深不见底的地基，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：如果这个地基继续打下去，等到真正突破的那一天，那场面恐怕会震惊整个修仙界。玄天剑派主峰的演武场上，白芷薇领着一个小男孩走了过来。那男孩约莫7、8岁，身着华贵锦袍，眉眼间带着世家子弟特有的傲气，来的竟是提前入宗的宋景洲。哟，这不是云师叔吗？
白芷薇故作惊讶地开口，语气里全是讥讽，怎么还在练基础剑招？芷薇都开始学流水剑诀第2层了。我收起木剑，小脸一板，要你管。谁知白芷薇竟然眼唇轻笑，小师叔莫生气，听说您这1个月修为毫无寸进，要不要芷薇帮您求几颗破障丹？这话说的句句带刺，李才才立刻挡在我身前，小脸气鼓鼓的。苏师姐，意义师叔不需要你的丹药。就是星意也站出来，意义师叔可厉害了。白芷薇身后的宋景舟眉头一皱，他竟然指着我，语气倨傲，你过来帮我拿剑。我眨巴着大眼睛，一脸莫名其妙，凭什么？你没有手吗？宋景舟没想到我敢顶嘴，当即抬出身份，我可是东周宋家少主。我理直气壮地反驳，我爹爹还是皇帝呢，区区凡人岂能与我家相提并论？宋景舟满脸不屑，我指着白芷薇说，那你旁边的白芷薇还是我爹爹的属下呢？哦，现在可能不是了。白芷薇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，这正是她最不愿意提起的卑微过去。宋景舟见状，立刻护在她身前，你个小丫头，怎么能这么欺负芷薇？我立马双手叉腰，挺起小胸脯，你应该叫我小师叔。什么？宋景舟当场一愣，白芷薇只好在他耳边低声解释，他是莫师叔祖的弟子，按辈分确实是我们的师叔。宋景舟的脸色瞬间变得精彩纷呈，他堂堂宋家少主，竟要叫一个3岁凡间小丫头为师叔。丁，检测到原男主对宿主好感度下降，当前为-20，意料之中，系统毫不意外。在原女主光环影响下，宋景舟天然的偏向白芷薇，我可不管什么好感度，我只知道这俩人是一伙的，都挺讨厌。你让开，要练剑了。我气鼓鼓地说。宋景舟还想说什么，却被白芷薇拉住。景舟，算了，云师叔年纪小，我们让着他点。这话说的好像我多欺负人一样。宋景舟看向我的眼神更加不善，哼，我才不管他们。拿起木剑继续练习，把他们当成假想敌，每一剑都格外用力。李才才他们也围过来陪我一起练。宋景舟看着我们5个小团子，心中更加不快，拉着白芷薇转身就走。等他们走远，李才才才小声说，那个人好讨厌啊。才不难过呢。我挥舞着小拳头，等修为上去了，一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有志气。系统在识海中点赞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得先解决你修为停滞的问题。就在这时，莫凌晨不知何时出现，他缓步走来，拍拍我的小脑袋，做得对，但需记住实力才是硬道理，与其争口舌之快，不如专注提升自己。师虎，知道了。我用力点头，我立马向莫凌晨保证，会努力修炼的。乖。莫凌晨眼中却闪过一丝冷意，宋家的小子，东周宋家确实有些势力，但莫凌晨根本不放在眼里。若是那小子敢欺负小徒弟，他不介意让宋家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势力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白芷薇却在对宋景舟哭诉，景舟，您别怪云师叔，他年纪小不懂事，都是芷薇的错。看着美人垂泪，宋景舟的保护欲瞬间大涨。芷薇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这番话被路过的弟子听见，我欺负白芷薇的事也被添油加醋地传到宗门各处。命运的轨迹似乎又朝着原著的方向偏去。紧接着半年时间匆匆而过，系统在经过大量数据分析后，发现我的修为进展竟与白芷薇存在着诡异的关联。只有白芷薇修为突破，我才能进步，但必须比她差2层。系统看着数据图，眉头紧锁。现在白芷薇炼气8层，你炼气6层，刚好符合。更可恶的是，这个关联还是双向的。只要我拼命修炼，白芷薇的机缘就会增多，修为突飞猛进，然后我就会被无形的力量压制。可要是我摆烂，她的修炼也会变得异常艰难，我们俩就一起停滞不前。系统头疼不已。你拼命修炼，她的资源就立马增多；你不修炼，2人就一起停步不前。最让系统担心的是，我已经数次达到突破的临界点，却始终被那股力量压制。宿主不会一直不能突破，最终经脉爆炸吧？莫凌晨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。他发现我体内积蓄的灵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，这些灵力被压缩在经脉中，像蓄势待发的洪水，却找不到出口。这样下去不行。莫凌晨沉吟片刻，从那天起，戚凤峰的修炼课程竟然多了一项炼体。当系统看到莫凌晨搬出一套重力法器，教我用雷灵力淬炼肉身时，整个系统都不好了。要给我香香软软的3岁半小宿主练成金刚芭比吗？剑修炼体扛揍吗？不要啊！雷帝嘎嘎也深有同感，他现在往我怀里扑，结果撞上的不再是软乎乎的小身子，而是结实的钢板。小神兽委屈巴巴地用爪子戳了戳我的胳膊，本神的专属肉垫呢。在重力结界中，我从一开始的步履蹒跚，到后来的如鱼得水，只用了1个月。莫凌晨为我量身定制的炼体功法，配合雷灵力淬炼，让我的肉身强度以惊人的速度提升，但外表上我依然是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团子。师虎，拿我的小紫电来。我站在3倍重力结界中，伸出小手，莫凌晨将紫电短剑递给我，在重力加持下，这把剑变得沉重无比，但我握剑的手稳如磐石。我开始练习基础剑招，每一剑都带着破空之声。紫电短剑在我手中化作紫色流光，划出完美的轨迹。这还是3岁半的孩子吗？
系统目瞪口呆地看着数据，这肉身强度已经堪比筑基初期的体修了吧？莫凌晨站在结界外，眼神深邃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光芒。莫凌晨让我练体，本意只是拓宽经脉，为积蓄的灵力寻找容器，没想到效果远超预期。更让他惊喜的是，我对雷灵力的掌控在练体中也有了质的飞跃，我现在能够精确控制雷电的强度，收放自如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觉到体内的灵力开始躁动，失狐意义好像要突破了。莫凌晨立刻将我带到修炼室，布下层层结界。可是那股突破的冲动又一次被无形的力量压制下去。我失望地垂下小脑袋，还是不行。没关系，莫凌晨把我抱起来，温声安慰，我们已经找到了方向，总有一天那层壁垒会不攻自破。我用力点头，重新燃起斗志。与此同时，白芷薇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，她卡在炼气8层整整1个月，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。水灵根的柔和特性成了她最大的桎梏。为什么就是突破不了？她咬着唇，眼中满是不甘，就连青兰长老也束手无策。芷薇，修炼之事急不得。这话让白芷薇更加烦躁。我们俩的命运就在这诡异的平衡中纠缠，一个被压制无法突破，一个因缺陷举步维艰。莫凌晨看着怀中睡着的我，轻轻抚平我微皱的眉头，他低声自语，眼中闪过一丝凌厉，不管是什么在阻拦你，师父都会为你扫清一切障碍。夜色渐深，系统却又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，宋景洲的修为进展速度快得惊人，竟然每次都刚好比白芷薇高出一层。系统看着数据图，满脑子问号，逮着我宿主一个人好。现在宋景洲炼气9层，白芷薇炼气8层，而我只有炼气6层，就连我的4个小伙伴都是炼气7层，刚好超过我，但又不超过白芷薇，这小子速度怎么这么快？天道又给这2个气运之子谋福利了。系统愤愤不平，4个小伙伴也不能超过原女主，但是刚好超过宿主，这天道有病吧？这种明显的针对性让系统开始怀疑，这个世界的天道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深仇大恨？更郁闷的是，宗门内的舆论也开始发生变化。听说了吗？那个天灵根的小师叔，修炼速度还不如普通的单灵根弟子呢。偶尔有弟子在路上遇见我，也会在背后指指点点，看，那就是林小师叔，可惜了那么好的天赋，凤师叔祖那么宠他。结果我虽然年纪小，但也渐渐感受到了那些异样的目光。我练剑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开怀大笑，小脸上时常带着迷茫和委屈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。系统开始疯狂搜索数据库。与此同时，莫凌晨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。他已经隐约察觉到我的困境并非偶然，而是某种规则层面的压制。规则。他站在七凤峰顶，望着苍穹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若是这规则不公，破了又何妨？但在这之前，他需要更确凿的证据。于是，莫凌晨开始暗中调查宋景洲和白芷薇的修炼情况，结果让他眉头紧锁。这2个孩子的运气好得诡异，掉下山崖能捡到上古遗物，迷路能误入前辈洞府，就连随便买块石头都能开出稀世灵材。天道眷顾吗？莫凌晨冷笑，未免也太明显了。既然这方天地的规则对我不公，那他就带我去找能打破规则的力量。修真界这么大，总有些地方不受这所谓天道的束缚。而系统也在同一时间加载完一份全新的训练计划。宿主，系统用最温柔的声音说，我们换条路走，既然他们比修为，我们就比谁的基础更扎实，谁的未来更长远。我虽然听不懂，但能感受到那份关心，用力点头。意义会加油的。眼看我被天道规则明显针对，系统开始疯狂刷系统商城，试图找到能够打破僵局的道具，视而不见，一次性道具，可短暂蒙蔽目标感知，持续时间1炷香，价格500积分。系统的目光瞬间锁定在这个昂贵的道具上，视而不见，不知道能不能给天道用。系统琢磨着，比如在宿主必须要突破的时候用上，是不是可以短暂蒙蔽天道？这个想法极具诱惑力，只要能让我顺利突破一次，说不定就能撕开一道口子。但系统很快又犹豫了，万一被天道发现是系统在搞鬼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在系统烦躁地关掉商城界面时，他突然灵光一闪，等等，我既然可以写背景故事，那是不是也可以写剧情？这个想法让他瞬间兴奋起来。作为能够与主神空间连接的高维系统，要知道系统确实有一定程度的编写权限，虽然限制很多，但足够了。那就这样写。系统立刻开始操作，云听亦在莫凌晨的指导下另辟蹊径，以炼体之法打破修为桎梏。1日，他在重力结界中挥剑10万次后，体内积蓄的灵力终于冲破壁垒，一步跨入金丹期，成为修真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金丹修士。写到这，系统觉得还不够爽，于是继续补充。随后，云听亦凭借扎实到恐怖的基础，一路高歌猛进，10年内突破元婴，50年内突破化神，100年之内成就大成，最终一步成为天下第一。而原书男女主在一次历练中意外陨落。完美。系统满意的看着自己的创作，满怀期待的按下提交键。然而下一秒，刚刚写下的文字像被橡皮擦过一样，迅速消失。更糟糕的是，一股强烈的电流瞬间贯穿系统核心，警告：不符合原书发展趋势，惩罚，电击一次。冰冷的提示音在系统空间中回荡，疼疼疼！系统被电的整个核心都在颤抖。这什么鬼限制？可他偏偏不信邪，换个思路重新尝试。原书男女主脱离天道管辖，吹了。又是一次电击，我就不信了。系统的倔脾气上来了，
意义获得上古传承。电击，莫林晨发现天道阴谋。电击，气运之子光环减弱。电击，天道沉睡100年。电击，在经历了整整10086次电击后，系统终于学乖了。他不再试图直接改变核心剧情，而是开始写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。玄天剑派后山有一处隐蔽洞穴，内藏可扩充经脉的灵泉。通过藏书阁3楼角落有一本雷霆断体诀残卷。通过炼丹峰废弃丹炉中残留着可洗炼灵根的丹气。通过系统瞬间摸清了规律，不能直接改变人物命运，但可以添加合理的机缘和线索。只是这10086次的电击也不是白挨的。当我结束修炼准备睡觉时，突然感觉不对劲。系统哥哥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？说话卡卡的。系统欲哭无泪，没事，就是系统升级。对，系统升级有点卡顿很正常。第二天，系统就不经意地提醒我，听说玄天剑派后山有处隐蔽洞穴，里面可能有好东西。我一听，立刻停下练剑，大眼睛眨啊眨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系统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立刻跑去找莫林晨。师虎，后山有秘密洞穴，意想去探险。莫林晨挑眉，谁告诉你的？是意做梦梦到的。我赶紧编个理由。莫林晨看着我闪烁的眼神，心知肚明却不戳破。好，师虎陪你去。在系统的导航下，我们很快找到那处洞穴，洞口被藤蔓遮掩，极其隐蔽。洞穴深处果然有一汪淡紫色的灵泉，散发着浓郁灵气。更神奇的是，泉水周围竟然还生长着几株罕见的阔脉草，这是紫灵泉。莫林晨眼中闪过讶异，这东西能扩充经脉，稳固根基。我开心地脱掉外衣，小心翼翼地走进灵泉，泉水微凉，还带着酥酥麻麻的感觉。我立刻运转九霄玉雷真诀，没想到灵力在经脉中的运转速度竟然快了整整3成，有效果。系统兴奋地记录着数据，经脉宽度增加了5%，太好了！泡了半个时辰后，我感觉整个人都轻盈许多，原本有些滞涩的地方全都通畅。师虎，感觉好舒服。我开心地抱住莫林晨的腿，以后可以常来。莫林晨摸摸我的头，眼中却若有所思。就在回七凤峰的路上，系统又开始不经意地提醒我，听说藏书阁3楼角落有趣的古籍，真的吗？我眼睛一亮，想去看书，去吧。系统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，他看着我开心的样子，觉得那10086次电击也值了。天道有规则，系统有对策，就这样，在系统和莫林晨的默契配合下，我的修炼资源得到极大补充，灵泉、功法、丹药让我的基础扎实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。就在这时，玄天剑派3年一度的清明秘境即将开启，整个宗门都忙碌起来。这是一个专为炼气期弟子准备的秘境，金丹级以上修为都不能进。消息一出，莫林晨看着还不到4岁的我，陷入了深深的纠结。理智告诉他，我如今的实力在秘境中自保绰绰有余，但情感上他还不到4岁啊。莫林晨第108次在心中叹息，最终他还是做出了决定。这次清明秘境你也去？真的吗？我眼睛一亮，心里好奇的不得了。莫林晨蹲下身与我平视，郑重叮嘱，遇到危险不要硬拼，该跑就跑，该认输就认输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我用力点头。第二天清晨，莫林晨就开始了疯狂的准备工作，先是把睡梦中的雷帝嘎嘎拎过来塞进我怀里，叮嘱道，带着他，关键时刻能帮忙。被吵醒的嘎嘎刚想抗议，就被莫林晨的一个眼神吓怂，立刻点头哈腰，保证会照顾好我。紧接着，莫林晨又拿出一个超大的储物袋，然后开始疯狂往里面塞东西，10瓶上品回灵丹，10瓶上品疗伤丹，5瓶解毒丹。但这还没完，接下来是100张各类符箓，火球符、冰剑符、土遁符、神行符，应有尽有。不仅如此，莫林晨又塞了3件防御法衣、5件日常法衣，甚至还有2套睡衣。谁知下一秒，他竟然掏出一座能变大变小的灵屋，里面还有铺着灵蚕丝被褥的床。更离谱的是，他还塞了一艘迷你灵舟，够吃3个月的零食、锅碗瓢盆，甚至还有一个小烤架。我乖乖被莫林晨抱着，看着他像变戏法一样，忍不住开口，师虎，还要灵果？好，再加点。莫林晨立刻又塞进去2筐各色灵果，然后无比认真地看着我，师傅还给你塞了很多零食，打不过我们砸死他们也行。说完，整1万块中品零食直接装进一个特制小袋子。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系统在旁边目瞪口呆，他又叮嘱，实在打不过就把重力法器丢了，这样能跑得快一些。紧接着是最重要的保命道具，莫林晨取出10张金色的符纸，上面绘制着复杂符文，散发着恐怖威压。他将符纸小心放进玉盒，郑重地告诉我，这10张每张都有我的全力一击，遇到危险就撕开1张。然后他又取出10个晶莹剔透的玉牌，还有这10个玉佩，每块都能抵挡金丹全力一击。别怕，直到储物袋终于装满，莫林晨还不放心，又给我的储物手镯里也塞满了备用物资。临走前一晚，莫林晨抱着我，一遍又一遍地叮嘱，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，迷迷糊糊间，感觉额头被他轻轻一吻，耳边
边传来他最后的低语：“去吧，让所有人看看我莫凌晨的徒弟是何等风采。”青灵秘境入口位于东周与南荒交界处的一片原始森林中，这里已经聚集了各大宗门的弟子，熙熙攘攘，好不热闹。就在这时，一艘豪华非洲缓缓降落，瞬间引起全场轰动。那非洲通体由千年紫檀木打造，船身雕着一条盘旋的金龙，白芷薇站在船头，满脸幽怨。他身边正是宋家少主宋景周，周围的议论声顿时炸开了锅。这个就是宋景周吗？好大的排场，他们站在一起，确实有几分金童玉女的味道。突然，天空暗淡下来，不是乌云蔽日，而是一艘庞大无比的非洲缓缓驶入视野。那非洲通体赤红，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凤凰，周围还环绕着七彩祥云。更夸张的是，非洲前方有8只金翅大鹏开路，后方跟着12只月光湖护卫，整艘非洲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，所有非洲都自觉让开航道。这是谁的非洲？比宋家的豪华10倍不止。就在所有人的注目下，赤红非洲缓缓降落，一袭红衣的莫凌晨抱着我走了出来。他今天穿着绣满金色凤凰纹路的红衣，俊美的如同天神下凡，而我则穿着同色系的小法衣，怀里还抱着雷帝嘎嘎。玄天剑派的弟子们瞬间炸开了锅，是莫师叔祖，还有云小师叔，这排场也太夸张了吧！宋家的非洲跟这一比，简直就是小渔船。白芷薇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她没想到莫凌晨会亲自送我，更没想到会以如此高调的方式，那种被完全碾压的感觉，让她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。但她很快调整表情，主动上前行礼。芷薇见过莫师叔祖，见过云师叔。宋景周的脸色也不好看，他从小就众星捧月，何曾被人如此抢过风头？莫凌晨只是淡淡点头，他的注意力全在我身上。到了秘境要听话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师虎。我搂着莫凌晨的脖子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这时，秘境入口的长老干咳一声，宣布秘境即将开启。莫凌晨立刻将我放下，又蹲下身仔细检查了一遍我的装备，重力法器不舒服就取下来，玉佩随身带着，遇到危险就私符箓。师虎，你都说了800遍了。我小大人似的拍拍他的肩，示意自己都记住了。莫凌晨失笑，揉揉我的小脑袋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点点头，然后抱着雷帝嘎嘎，迈着小短腿走向玄天剑派的队伍。李才4个小伙伴立刻围了上来。你的非洲好帅啊！师叔祖对你真好。白芷薇看着这一幕，暗暗握紧拳头，她强迫自己移开视线，转头对宋景周柔声说：“景周师兄，这次秘境试炼，还请多关照。”宋景周自信满满：“芷薇师妹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”周围的弟子都听见了，立刻看向我，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。毕竟宗门里都在转，宋景周对白芷薇有好感，而白芷薇和我可是死对头。我完全没注意到这些，正认真听着系统的唠叨。进了秘境，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观察情况，遇到不认识的人要警惕，特别是宋景周和白芷薇。我点点头，知道啦，知道啦。系统哥哥，你也变得和师虎一样啰嗦了。就在这时，秘境入口的光门突然大亮，清灵秘境已开，所有弟子入内。清灵秘境已开，所有弟子入内。人群瞬间涌动，我们几个小伙伴簇拥着，也踏入了那道光门。在我消失前的那一刻，莫凌晨的声音突然传入耳中：“师父等你回来。”下一秒，一股强大的空间之力席卷而来，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怀里的雷帝嘎嘎发出一声惊叫，空间传送，抓紧！系统在识海中大喊，眩晕感仅仅持续了3息。当我重新站稳，却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幽深的山洞，周围空无一人。李才、周冷川、星逸、苏青哥全都不见了踪影。才哥哥，韩川哥哥，我试探着呼唤，山洞里只有我的回声。系统分析道：“先观察环境，不要贸然行动。”我点点头，立刻检查身上的装备，重力手镯铰链完好，储物袋和储物手镯都在，短剑挂在腰间，玉佩也贴身佩戴。确认无误后，我开始仔细观察这个山洞。洞穴内部空间很大，石壁上长满发光的苔藓，更奇怪的是，石壁上还刻着许多陌生的金色符文，那些符文形态古朴而神秘，看起来年代久远。系统哥哥，这些是什么字呀？我好奇地凑近，然而系统扫描后，数据库中竟没有任何记录，不清楚这些符文不属于任何已知文字。系统的声音带着警惕：“先别碰它们。”我乖巧地退后几步，可就在这时，身体突然一阵发热，灵力在经脉中疯狂奔涌，像脱缰的野马。这种感觉和之前突破的临界点一模一样，但这一次少了那种无形的压制。秘境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，不受外界天道限制。系统瞬间反应过来，声音里满是激动：“你积攒了这么久的灵力，终于可以突破了，真的吗？”我惊喜万分，快找个安全的地方，系统催促道。突破过程不能被打扰。我抱着雷帝嘎嘎，在山洞中找到一个石损后的凹陷处，接着我立刻从储物袋中取出狮虎给的防御阵法盘，一个淡金色的光照瞬间升起，将我和雷帝嘎嘎笼罩在内。我摸了摸小神兽的脑袋，随即盘膝坐下，闭上了眼睛。雷帝嘎嘎察觉到我正处于突破的关键时刻，警惕地扫视四周，他抬起前爪，在空中轻轻划了几下，几道几乎看不见的银色符文悄然融入阵法盘的光照之中。这是吞天吼一族的隐秘秘法，能大幅降低突破
时产生的灵力波动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第1天，我周身开始泛起紫色的电光，细密的电弧在我体表跳跃。到了第2天，紫色的电光越来越盛，整个凹陷处都被映照成一片紫色。期间我还要吃饭，嘎嘎就小心翼翼地从储物袋里拿出邻国点心，一点一点喂给我。终于，在第3天清晨，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猛然从我身上爆发，轰！无形的气浪向四周扩散，狠狠撞在阵法光罩上。我体内的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水，在经脉中疯狂奔腾。炼气7层，炼气8层，炼气9层，灵力一路飙升，直到触碰到一层全新的壁垒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猛地压下，死死阻止我向筑基期突破。最终，我的灵力在炼气大圆满的境界稳定下来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瞳孔中闪过一道紫色电芒。厉害宝宝！系统在识海中疯狂欢呼，直接从炼气6层突破到炼气大圆满，跨越了整整4个小境界。厉害！我难得的自夸一句，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视线更清晰，听力更敏锐，体内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可当我收起阵法盘，准备原路返回时，却发现不对劲，这个山洞竟然是个迷宫。试了几条岔路后，我不仅没找到出口，反而彻底迷失了方向，迷路了我，沮丧地蹲下身。就在这时，雷帝嘎嘎从我怀里跳下，在几个岔路口嗅了嗅，下一秒，他抬起爪子，指向其中一个方向。嘎嘎知道怎么走，我眼睛一亮，小神兽点点头，率先朝那个方向走去。我连忙跟上，心中庆幸还好带了嘎嘎。走进岔路，我发现周围的环境开始变了，粗糙的石壁变得光滑，上面还出现精美的浮雕，脚下的岩石也变成打磨平整的青玉。越往里走，通道越宽阔，光线也越发明亮。最后，当我们转过一个弯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彻底惊呆了。那是一个无比宏伟的宫殿，高耸的穹顶上镶嵌着无数宝石，如同夜空中的星辰。巨大的石柱擎天立，每一根都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凤。然而整个宫殿空无一人，蛛网在角落摇曳，灰尘在光线中飞舞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死寂的气息。我下意识抱紧怀里的嘎嘎，小声感叹：好大！嘎嘎也警惕地竖起耳朵，他银色的眼眸扫视着四周，这里的气息很古怪，古老、强大，却又带着一种死寂。可就在我准备进一步探索时，异变突生，我眼睛一眨，眼前的景象瞬间变了，蛛网和灰尘消失不见，整个宫殿变得金碧辉煌。原本空荡的宫殿里，此刻竟然坐满了人，主位上一个看不清面容的身影笼罩在光华之中，下方两侧一个个身影仙风道骨，威严肃穆。舞女在殿中央翩翩起舞，乐师演奏着我从未听过的乐曲，好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。然而我却感觉毛骨悚然，这一切太不真实了，就像一场精心布置的幻影。系统哥哥，我急切呼唤，却得不到任何回应。更可怕的是，我怀里的雷帝嘎嘎也不见了。我心里一慌，小手抓了个空，我想逃，可四周都是人，我怎么可能穿过这满殿的宾客？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我死死咬住嘴唇。师虎说过，遇到危险要冷静。就在这时，主位上那个身影转过头来，尽管看不清脸，但我能感觉到一道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怎的还不落座？那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我茫然地环顾四周，落座？坐哪里？所有的位置都有人了。殿中的歌舞不知何时停下，所有的人都齐刷刷看向我，那些目光空洞又无神，还虚无情理吗？主位上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带着一丝不悦，我吓得小身子一抖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侍女模样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身边，她面容姣好，眼神却和那些宾客一样空洞。侍女对我做了个请的手势，然后转身朝前方走去，我不敢不从，只能迈着小短腿跟上。我被领到了主位下手的第一张石案前，那张石案原本是空的，此刻却摆满了珍馐美味。我战战兢兢地坐下，偷偷抬眼打量那些宾客，结果越看越心惊。这些人没有呼吸，他们的动作就像在演戏，按部就班，却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。举杯共饮，主位上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所有宾客齐刷刷举起酒杯，动作整齐到诡异。我也连忙举起面前的玉杯，可师虎说过，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能碰。我打算假装喝一口蒙混过去，然而主位上的目光再次扫过来，无允许你喝了吗？啪嗒，玉杯从我手中滑落，淡金色的酒液泼湿了我的衣裙。完了完了，我吓得小脸煞白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可我想象中的斥责却没有到来。主位上的人似乎轻轻叹了口气，那叹息中竟带着一丝怀念。他一挥手，我打湿的衣裙瞬间干爽如初。这样小，喝酒作甚？那声音里多了一丝无奈，像是在对我说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我抬起泪眼，小心翼翼地看向主位，虽然还是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我能感觉到那道目光正落在我身上，又像在透过我看着别的什么人。他是在看我吗？还是在看某个和我相似的人？就在这时，殿中的歌舞重新开始，乐声再起，宾客们也继续推杯换盏，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。我坐在华丽的石案前，看着满桌的美食，听着空灵的乐曲，只有深入骨髓的恐惧和诡异。我小小的身子缩在石案后，大眼睛警惕地扫视四周。那些人明明在说笑，我却听不见声音；他们明明在动，却像提线木偶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都没有呼吸，时间在这里仿佛失去意义。我不知道自己做了多久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当那个舞女重复了第37遍同一个旋转动作时，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，顺着我的小脸滑落。我死死咬住嘴唇，不敢哭出声，可颤抖的
的肩膀还是出卖了我。就在这时，主位上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断了殿中的歌舞。你可认得此符？所有宾客同时停下动作，整齐地转向主位，场面诡异的令人头皮发麻。我抬起泪眼，看到他手中浮现出一个金色的符文，和山洞石壁上那些发光的符文一模一样。我用力摇头，声音还带着哭腔，不认识。他沉默了片刻，虽然看不清脸，但我能感觉到那道目光中闪过失望、释然、怀念，还有深深的疲惫。忘了吗？罢了，来不及了，我下意识问道。什么来不及？下一刻，异变再起，殿门轰然洞开，一队人马猛地冲了进来，他们个个气息强大，周身环绕着各色灵光，看起来就像传说中的神仙。可下一秒，刀光、剑影、火焰、冰霜，无数术法从他们身上爆发，朝着席间的宾客们狠狠轰去。不要！我惊恐地睁大眼睛，小身子缩成一团。那些宾客就像脆弱的纸人，在狂暴的攻击下纷纷倒下，有的被烧成焦炭，有的被冻结碎裂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蓝色水箭朝着我急射而来，那水箭看似美丽，却带着森冷的杀意。我本能的想要施法抵挡，却惊恐地发现我用不了任何术法，我的灵力还在，却像被无形的锁链禁锢。我猛地低头一看，原本挂在腰间的储物袋，竟然不知何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的紫电短剑、防御玉佩、师傅给的符箓全都没了，所有能保命的东西都不见。狮虎！我绝望地闭上眼睛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主位上的人动了，那道金色身影猛地冲向我，想为我挡下这一击，可是还是晚了一步。噗嗤！水箭穿透了我的胸口，没有剧痛，只有一种冰冷的感觉。我低下头，看着胸口那个透明的窟窿，水箭正缓缓消散。我抬起头，第一次看清了主位上那人的脸，苍老又威严，眼神却清澈明亮。他看着我，眼中竟落下2行清泪。又失败了。他话音刚落，我眼前一黑，可当我再次睁眼，我竟然又回到了宴会上。舞女还在跳舞，宾客还在说笑，一切都和刚才一模一样。但我胸口残留的冰冷告诉我，那不是梦。我颤抖着摸向胸口，完好无损。就在这时，主位上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你可认得此符？”同样的问话，同样的符文。可我还没想明白，殿门再次被撞开，那群神仙又冲了进来，同样的屠杀，同样的惨烈，同样的蓝色水箭再次朝我射来。他想救我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水箭再次穿透我的胸口，冰冷扩散，视线模糊中，我只听见老仙人再次落泪，还是差一步。第3次，宴会、歌舞、问话、屠杀。当那道蓝色水箭再次射来时，主位上的人终于赶到，他挡在我身前，金色的身影就像一座山。当水箭刺中他的胸口，他的身体晃了晃，却没有倒下。他回头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释然。这次我做到了。话音落下，他的身体竟开始缓缓消散，化作点点金光。我呆呆地看着这一幕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就在这时，我看清了放出水箭的人，那是一个15、16岁的少女，容貌绝美，气质清冷，可她的眉眼轮廓我一眼就认出来，白芷薇，是长大了的白芷薇。可那眼神不对，那双眼睛里沉淀着岁月的沧桑和深不见底的算计。我猛然想起系统哥哥的话，修饰金丹期后容貌就会固定，眼前的白芷薇可能已经几百几千岁，为什么她要杀我？这个老仙人又为什么要替我挡刀？我还没想明白，眼前的景象就像被打碎的镜子，片片碎裂。睁开眼，我发现自己又回到那个破败的山洞，蛛网密布，骸骨散落。我颤抖着站起来，看到了主位上的骸骨，看到了舞池中央的骸骨，最后我的目光落在我刚才坐过的位置，那里也有一具骸骨。我瞬间跌坐在地，小脸惨白。那是我吗？未来的我死在了这里。你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虚弱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我猛地抬头看向主位，那里竟然又坐了一个人，正是刚才消散的老仙人。可此刻的他身体已经半透明，散发着微弱金光，就像风中残烛。我的夙愿已了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接着说，这个符我教你怎么用。他抬起透明的手，在空中虚化，一个复杂的金色符文瞬间凝聚，正是之前他展示的那个。看清楚了吗？他问。我愣愣的点头。好，跟着我画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老仙人耐心地教我画符，从灵力运转到每一笔的力度都讲得清清楚楚。我学得很认真，却还是忍不住问些奇怪问题。为什么这一笔要往上翘？这里为什么不能画直线？每一个问题他都从容回答，就像已经准备了千百遍答案。终于在我能够独立画出那个符文时，老仙人的身体已经透明的快要看不见。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突然问。他沉默片刻，脸上露出一个复杂的笑容。你忘了吗？你可以叫我苍月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他最后一丝身影化作点点金光，彻底融入了空中的符文。你去拿。我伸手去抓，却只抓到一片虚无。金色的符文缓缓飘到我面前，落在我的掌心，随即没入肌肤，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一股庞大的信息涌入我的脑海。这个符名为苍月印，它能记录下特定的场景，然后在满足条件时重现。刚才那场宴会，那场屠杀，那千百次的循环，全都是苍月印记录下的过去。而苍月就是他的一缕执念，附在这枚符印上，等待了不知多少岁月，只为完成一个夙愿，改变那个过去。所以他一次次重现宴会，一次次为我挡箭，一次次失败，又一次次重来，直到这一次，他终于做到。
代价却是执念消散，彻底归于虚无。我跌坐在地上，泪水瞬间决堤。我不明白白芷薇为什么要杀我，也不明白苍月为什么要救我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苍月消失了，那个耐心教我的老仙人，那个一次次为我挡箭的身影，为了救我彻底消散了。我抱着膝盖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不知道哭了多久，直到一只毛茸茸的爪子轻轻碰了碰我的手，我抬起头，泪眼朦胧中看到雷帝嘎嘎正担忧地看着我，在他看来，我只是发了会呆，然后就突然崩溃大哭。嘎嘎，我抱起小神兽，把脸埋在他柔软的毛发里，继续哭。苍月用最后的执念告诉我，未来可以改变，而我就是改变的关键。哭了很久，我才渐渐平复，抽抽搭搭的把幻境中经历的一切像倒豆子一样说了出来，然后苍月爷爷就消失了，化成了这个符。我抬起小手，掌心一个金色符文印记若隐若现。雷帝嘎嘎听完，银色的小脸上竟然露出罕见的凝重表情。我擦干眼泪，却猛然想起一个问题，系统哥哥，金丹石不是能固定容貌吗？苍月爷爷那么老，难道是老爷爷的时候才金丹？这个系统赶紧解释，修士到了极高境界就能随心转化容貌，还有一种情况，系统顿了顿，就是遭遇重创，容貌才会受损改变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苍月爷爷年轻时一定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他为了保护什么重要的人，才变成这副苍老的模样，那他一定是个很好的人。我轻声说，哭也哭过，伤心也伤心过，现在我必须离开这个山洞。然而我抱着雷帝嘎嘎站起来，环顾四周，却发现不对劲，这破败的宫殿里竟然还藏着别的东西。系统哥哥，你能帮我看一下吗？正在扫描，等等，这里有个隐藏空间。在系统的指引下，我走到主位后方的一面石壁前，紧接着我按照苍月印传来的信息，将小手按在石壁上，输入一丝灵力，轰隆隆，石壁竟然缓缓向两侧分开，露出一个隐秘的内室。可当我看到里面的东西时，我彻底惊呆，那哪是堆满，那简直就是一座小山。左侧是堆积如山的灵石，五光十色，右侧是琳琅满目的法器法宝，寒光闪闪，最中间则是一排排书架，摆满了功法秘籍。这是……系统震惊到语无伦次，我更是小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系统哥哥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我小声问。系统立刻开始扫描，声音都在发抖。灵石无法估算，至少100万以上，法器法宝372件，功法秘籍864部。系统越扫越激动，特别是雷系和金系的特别多，这些简直就像是为你量身准备的。掌心的苍月印突然亮起，金光指引着我的视线，落向内室中央一个不起眼的石台，上面放着一颗拇指大小的珠子。我好奇地走过去，小心翼翼把它拿起。珠子入手温润，可话音未落，异变突生，珠子猛地爆发出强烈的吸力，整个内室的宝物、灵石、法器、秘籍全都化作流光，被吸入珠子。我吓得差点把珠子扔出去。短短3息之后，吸力骤停，内室瞬间空空如也。那颗透明珠子内部却变得五彩斑斓，美得令人目眩神迷。系统震惊的差点死机。这珠子叫须弥珠，是上古大能炼制的空间至宝。可系统紧接着就发现了不对劲，为什么这些宝物刚好对应我和小伙伴们的灵根属性？为什么要把须弥珠留给我？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惊天可能。苍月早就知道我会来，甚至他等待了无数岁月，就是为了等我。这个认知让系统既兴奋又不安，可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开心的把须弥珠挂在脖子上，现在可以去找才哥哥他们了。就在这时，苍月印又传来一丝波动，一道信息流入我的脑海，离开的路就在主位的椅子下面。我立刻跑到主位前，按照指引按动机关，咔嗒，地面瞬间裂开，一条向下的阶梯赫然出现，是出口。我眼睛一亮，正要往下走，却猛然停步。我转身对着空荡荡的主位深深鞠了一躬，苍月爷爷，谢谢你救我性命，教我符文，还留给我这么多宝物。苍月爷爷，谢谢你救我性命，教我符文，还留给我这么多宝物。鞠完躬，我抱着雷帝嘎嘎，头也不回地走下阶梯。可我没看到的是，在我转身的瞬间，那主位石椅上竟浮现出一个淡薄的金色虚影，他看着我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一个复杂又释然的笑容。爷爷，妈，不过这一次应该能改变了吧？在秘境里走了整整1天，我累得快散架。3岁半的小身板终究还是需要休息。该睡觉了。系统温柔提醒我，打个哈欠，最终在一片开满发光小花的草地上停下。紧接着，我从储物袋里取出师傅给的灵屋模型，注入一丝灵力，模型瞬间变大，落地时已经是一座真正的2层小楼。更牛的是，小楼周围竟浮现出淡金色光照，随即整座楼阁完全隐去形迹，隐身阵法已激活。系统报告，外部视觉、听觉、触觉全部屏蔽。我满意点头，抱着嘎嘎走进小楼。我爬上软床，学着师傅的样子，在嘎嘎毛茸茸的额头亲一口。小家伙瞬间僵住，但很快就放松下来，窝进我怀里，一人一虫很快进入梦乡。然而这种安宁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就在2个时辰后，地面突然开始震动，轰隆隆，震感越来越强烈。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可还没完全清醒，就被窗外的景象吓得魂飞魄散。兽潮，竟然是兽潮！密密麻麻的妖兽从山林里疯狂涌出，疾风狼、铁甲蜥、火焰狮。而在兽潮前方，几个修士正在拼命逃窜，哭喊声、求救声、咒骂声混成一团。我趴在窗户上，好奇地看着这一幕。
宝宝防人之心不可无，系统适时提醒，不要轻易暴露自己。我乖巧点头，师傅说过，坏人最会装可怜骗人。我正准备回去睡觉，可万万没想到，那几个逃命的修士竟然朝着我这个方向直冲过来。这里有异常！一个青云门弟子突然指着这边大喊：“你们看，那些妖兽绕开了这片区域！”其他人瞬间眼睛一亮，仿佛抓住救命稻草，一定是前辈高人布置的阵法。神仙，救救我们！下一秒，他们齐刷刷跪在地上，朝着空无一物的草地疯狂磕头。我躲在窗后，小脸写满警惕。意义，我们为什么要救他们？万一是坏人呢？系统说道。我用力点头，意义才不信陌生人。于是我根本没理他们。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兽潮越来越近，眼看我毫无反应，那几人脸上的绝望竟瞬间变成狰狞。靠，见死不救是吧？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几人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竟然不再绕路，反而朝着我这边直冲过来。他们的目的很明确，既然前辈不肯出手，那就把兽潮引过来，逼我不得不出手。来啊，畜生们！那个散修甚至还朝兽群扔出几道火球挑衅。兽潮果然被激怒，跟着他们朝我的位置疯狂涌来。我看着这一幕，满脸惊讶，这些人太坏了，我不救他们，他们就想害我。不过我歪了歪头，脸上露出一个狡黠的笑。我直接跳下床，跑到墙边的控制面板前，踮起脚尖，狠狠按下一个按钮。咔嗒，窗外所有的哭喊声、兽吼声瞬间消失，世界彻底安静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爬回床上，把嘎嘎重新抱进怀里。嘎嘎，继续睡觉了。小家伙抬起头，银色的眼睛看向窗外，透过透明的墙壁，他能清楚地看到那几个蠢货正带着兽潮冲进我灵屋所在的范围。然后人和兽都毫无阻碍地穿过了我的灵屋。很快，几声咒骂和惨叫淹没在兽吼中。第二天，我神清气爽地醒来，可一照镜子，头发乱得像个鸟窝。我眼睛一亮，掏出一个小玉瓶，3道绿光闪过，牡丹、海棠、茉莉3个灵职侍女瞬间出现，她们动作麻利，3两下就帮我换好衣服，还梳了2个可爱的发髻。搞定！我抱着嘎嘎，精神满满的出发了。今天一定要找到彩彩哥哥他们。往东边走，系统指引，那边有密集的灵力波动。好，可我刚走半个时辰，就突然停下脚步，前方树下竟然躺着一个人，那是一个7、8岁的小男孩，穿着月白色道袍，脸色苍白，嘴角带血，伤得不轻。更要命的是，他长得也太好看了吧！检测到生命体征，重伤状态。系统报告，修为炼气7层，身份未知。我瞬间警惕起来，想起昨天那些坏蛋，我立刻抽出紫电短剑，小心翼翼地戳了戳那个男孩。你还活着吗？男孩的睫毛颤了颤，缓缓睁开眼睛，那是一双罕见的银灰色瞳孔，漂亮的像藏着星星。他看了一眼戳在他身上的剑，又看看我，沉默3秒，虚弱开口：本来活着，你再戳我就死了啊！我收回剑，但依然保持警惕。那你需要帮忙吗？男孩眼中瞬间闪过一丝希望。你愿意救我？我不要，秘境里都是坏人。我学着系统教我的话，农夫与蛇，我都伤成这样了，你救我吧。我是天机阁的。他试图用身份博取信任。天机阁是什么？我歪着头问。擅长星象占卜、天机推演。听不懂，帮人勘测命数的。我恍然大悟，算命的呗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竟然开始撒娇，求求你了。我立刻后退2步，满脸警惕。眼看这招没用，他叹了口气，竟然自己从储物袋里掏出一颗丹药塞进嘴里。紧接着，他直接站起身，拍了拍灰，就跟在了我身后。我瞬间炸毛，你骗我！他一脸无辜。我说我是天机阁的。我自然算到你会过来。哎呀，你不要跟着我吗？我没跟着你，我也走这边。我半信半疑的继续走，结果走了好长一段路，他竟然还跟着。你怎么还跟着我？我也走这边。你骗意义，你坏。他眼睛一亮，你叫意义啊？很好听。我气鼓鼓地瞪着他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掏出了我的迷你灵舟，灵舟瞬间变大，我跳上去，得意地朝他做了个鬼脸。意义飞走了，拜拜。灵舟嗖的一声冲上天，然而还没飞多远，我就感觉身后猛地一沉。我回头一看，那个漂亮的男孩不知何时已经坐在了船舱里，正笑眯眯地看着我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震惊了，灵舟明明有防护罩，他一本正经算出来的，谁信啊？你当意义3岁小孩吗？意义3岁半了。我挺起小胸脯，除非算意义，算就算。他立刻拿出铜钱龟甲，嘴里念念有词，银灰色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可就在他开始推演的瞬间，脸色骤变，噗，一口鲜血毫无征兆地从他嘴里喷出。紧接着，他捂住眼睛发出痛苦的闷哼，指缝间竟然渗出丝丝血迹。你怎么啦？我吓了一跳，算不出来就说嘛，干嘛吐血呀？他颤抖着手又吞下一颗丹药，好一会儿才缓过来，眼中满是震惊。天煞孤星，早夭之相，但是似乎没这么简单。我心里一紧，什么意思？意义会死掉吗？他却苦笑着摇头，我算不出来，被反噬了。你的命格太奇怪了，明明是绝命之相，却又有一线生机；明明是早夭之兆，却又隐约有长寿之相，太矛盾了。哼，我就说是骗人的。我撇撇嘴，可他却认真地看着我。我们有很深的因果。我悄悄在心里问系统哥哥，
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天机阁确实擅长占卜，系统谨慎地说，但他的话不能全信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知道啦。我立刻决定不理这个奇怪的男孩，我操控着灵舟继续飞，他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后面。谁知飞了大约1炷香，前方突然出现一片湖泊，系统猛然出声，就在这附近降落。我检测到有打斗的灵力波动。好，灵舟缓缓降落，可我刚跳下来，就听到不远处传来熟悉的声音：放开青哥，不然我跟你拼了！猜猜哥哥别冲动。意义怕是小伙伴们。我眼睛一亮，也顾不上身后的怪人了，迈开小短腿就朝声音的方向跑去。然而当我冲进林中，眼前的景象让我的心脏几乎停跳。苏青哥竟然被一个满脸横肉的修士单手掐着脖子提起，小姑娘的脸憋得通红，嘴唇发紫，双脚在空中无力的踢蹬。李才才则被2个人死死按在地上，胖乎乎的小脸上全是泥土和血迹。周冷川背靠大树，左臂无力垂下，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正汩汩流血，就连星翼也缩在角落，额头破了口子，浑身发抖。地上散落着破碎的法器和一株被踩烂的5色灵芝。我们都只是炼气7层，可对面那7、8个修士，最低也是炼气8层，这下完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发出一声怒吼，不许欺负我的朋友！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我身上，那群修士愣了一下，随即哄笑起来。又来了个小屁孩，为首的那个横肉修士更是随手将苏青哥扔在地上，转向我，怎么想给你朋友出头？苏青哥摔在地上，却第一时间朝我拼命大喊：意义快跑，去找帮手！我却握紧了手中的紫电长剑，一字一顿：意义不会抛弃朋友的，欺负你们的都该死！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我的眼眸深处猛然闪过一丝极淡的灰色，那灰色迅速蔓延，几乎要覆盖整个瞳孔。完蛋，阴灵根主导了！系统在我的识海中惊声尖叫，这雷灵根这次怎么这么大方了？居然还辅助阴灵根！阴灵根的力量如同潮水般涌出，带着冰冷、黑暗、毁灭的气息。在雷灵根的辅助下，外表看来依然只是纯粹的雷灵力。那几个修士还没察觉到危险，他们只当我是一个不到4岁的炼气大圆满，根本没放在眼里。我们几个上，横肉修士狞笑着挥手，这几个小孩储物袋里都是宝贝，兄弟们，动手！意义快跑啊！李才才在地上挣扎着大喊：去找长老！周冷川也急了，可我没有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炼气大圆满的威压全面爆发，紫色的电光从我周身炸开，将周围的落叶都震得飞舞。不好，炼气大圆满！瘦高个修士脸色一变，一个大圆满而已，兄弟们上！横肉修士大喝一声，率先冲了上来，战斗瞬间爆发。我挥动紫电长剑，第一剑就劈向那个横肉修士，剑光如电。横肉修士仓促间举刀格挡，只听当一声巨响，他虎口瞬间崩裂，长刀脱手飞出，整个人倒飞出去，撞断了一棵大树。什么？一起上！剩下的7名修士同时出手，火球、冰锥、锋刃铺天盖地的朝我轰来。意义小心！苏青哥尖叫，他挣扎着想要起身，我却不闪不避，紫电长剑在身前划出一个完美的圆弧，所有术法撞在电弧上，全部被弹开。下一秒，李才才也从地上爬起来，树柄金色小剑射向敌人。就在这时，我剑上的电弧突然分出一丝，附着在金剑上，金剑的速度和威力瞬间暴增，直接穿透了一个修士的护体灵光。电死你们！李才才大吼。那修士惨叫倒地，周冷川和星翼也反应过来，同时施展冰系法术，我的雷电竟顺着融化的冰水蔓延，将几个修士电得浑身麻痹。我们4个瞬间组成完美战队，我主攻，李才才辅助，周冷川星翼控制，苏青哥则在后方干扰。死孩子，一个别留！横肉修士从地上爬起，眼中满是疯狂，他竟咬破舌尖，喷出一口精血，气息骤然暴涨到炼气9层巅峰。战局再次逆转，一道锋刃擦过我的脸颊，一根土刺刺穿了我的小腿，小伙伴们伤得更重。李才才吐出一口鲜血，周冷川的右臂也添了新伤。意义撑不住了，用底牌！系统急声催促，我眼中的灰色再次浮现，这次更浓了。我低头看着身上的伤口，又看看伤痕累累的伙伴们，一股暴虐的情绪在胸中翻涌，伤害我朋友的都该死！这个念头如同魔咒，在我的脑海中回荡。阴灵根的力量开始不受控制的膨胀，雷灵根更是主动辅助，将毁灭之力增幅到极致。重死了！我双手在手腕脚踝处猛地一抹，哐当哐当，4声重物落地的闷响，总重500斤的重力法器被我扔在地上，瞬间砸出4个小坑。一瞬间，我的速度暴增3倍，力量暴增5倍，原本沉重的紫电长剑此刻轻如羽毛。你们找死！我的声音里带着冰冷的杀意。下一秒，我整个人直接消失。噗噗噗，3声轻响，3个修士的喉咙同时被我洞穿，他们甚至没看清我是怎么出手的，就感觉脖子一凉，意识瞬间陷入黑暗。什么妖孽！横肉修士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想跑，可已经晚了。紫电长剑从他背后刺入，从前胸穿出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胸口透出的剑尖，缓缓倒下。剩下的3个修士吓破了胆，转身就逃。我正要追击，却突然听到苏青哥的痛呼声，他竟被一个修士临死前发出的暗器击中，伤势加重。我看着逃跑的那3人，眼中的灰色疯狂翻涌，但最终我还是选择先救伙伴。警告：恶毒女配黑化进度5%。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，我却根本没在意，先疗伤。我冲到伙伴身边，掏出师傅给的保命玉佩，分给4个小伙伴每人1块，想了想
啊！我又扔了一块给不远处的沈书恒，他刚才用机关术干扰敌人，帮了大忙。沈书恒接住玉佩，银灰色的眼眸闪过一丝讶异，随即化为笑意，谢谢。可就在这时，那些逃走的修士竟然又折返回来，而且还带来了更多人，足足15个修士，就是他们杀了我们的人。逃走的修士指着我们，满眼恨意，小娃娃也敢这么嚣张？一个炼气大圆满的壮汉狞笑着走上前，交出所有宝物，饶你们不死。我看着这15个修士，又看了看身边伤痕累累的伙伴们，小脸第一次露出凝重。硬拼打不过，逃！伙伴们伤重，根本逃不掉。那么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玉盒，打开，里面是10张金色的符箓，这是师傅给的，封印着元婴初期全力一击的符箓。既然你们找死，我撕下一张符箓，注入灵力，金色符箓瞬间燃烧，化作一道刺目的金光冲天而起，金光在空中凝聚成一个巨大的金色掌印，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压，朝着那15个修士缓缓压下。这是什么？快跑！来不及了！15个修士想要逃，但金色掌印已经锁定了他们。掌印落下，无声无息，结果下一秒，轰！不是爆炸声，而是空间被碾碎的声音。掌印落下的地方，地面瞬间下沉，一个直径100丈的巨坑出现在原地，连灰都没剩下。掌印的余波扩散，最近的一座小山竟被余波扫中，直接从中断裂。嚯！李才张大了嘴，胖脸上的表情瞬间定格。苏青哥捂住小嘴，眼睛瞪得滚圆。周冷川冰冷的表情也出现了裂痕。我也懵了，看着手中的玉盒，里面还剩9张。元婴初期，这么厉害吗？下次让师虎多给几张。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。我收起玉盒，取出灵屋模型，注入灵力，精致的小楼阁再次出现。先进去疗伤。我招呼伙伴们，一进屋，所有人都瘫倒在地。我们所有人都累得几乎虚脱，吃丹药的吃丹药，休息的休息，养伤的养伤。我召唤出灵职侍女，帮着大家处理伤口。意，你还有灵屋啊？李才咬着灵果，满眼羡慕地看我。师傅给的。我简短回答，却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脑海里全是刚才战斗的感觉，那种毁灭一切的感觉。我竟然一点都不讨厌，伤害我身边人的都该死。这个想法在我心中疯狂生根发芽，阴灵根的力量更是在体内蠢蠢欲动。系统哥哥说了，我是恶毒女配。我在心中默念，恶毒女配就是要狠、要强、要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。这个认知让我对刚才的杀戮毫无愧疚。警告：恶毒女配黑化进度8%。系统的提示再次响起，声音里甚至带着一丝忧虑。可我只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我的朋友。休息没几分钟，我猛然发现雷帝嘎嘎不见了。嘎嘎呢？嘎嘎跑哪去了？我慌了神。突然，银白色的身影突然从我背后窜出，正是刚洗完澡的雷帝嘎嘎。侍女们不仅给几个孩子洗了澡，还顺带把小神兽也洗干净。银毛在灵屋光线下闪闪发亮。我抱紧嘎嘎，心才放松下来。嘎嘎，你吓死依依了。嘎嘎别扭地转过头去，大惊小怪。伤口刚处理完，我又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小玉瓶，正是之前在苍月山洞中找到的紫灵泉。我给每个小伙伴递了一杯灵泉水，入口清凉，顺着喉咙滑下，一股温和的灵力迅速扩散到4肢百骸，几人脸上的疲惫之色明显消退，伤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李才立马活跃起来。你练气大圆满了？我记得你之前练气才6层啊。我含糊的回答，一进秘境就感觉要突破了。我不想提苍月的事情。李才一脸惊喜，哈哈，啪啪打脸。等回去宗门，看谁还敢嘲笑我们意。周冷川少见开口，意本来就厉害。心意点头，苏青哥轻声跟着附和，意最棒了。我们正叽叽喳喳，苏青哥突然瞥向角落，怯生生问，意那个人是谁啊？我转头看向那个路上遇到的漂亮男孩，小脸一皱，忘记了，反正是个骗子。沈书恒尴尬却努力挤出笑容，我是天机阁少阁主，不是骗子。天机阁算卦骗人的，别信。我认真提醒大家。李才他们半信半疑，眼神里多了怀疑。沈书恒感觉自己快要维持不住表情了，突然眉头一皱，银灰色眼眸闪过一抹微金光，快走！他站起，声色俱厉，动作太大。有人来了！什么？几个孩子都是一愣，刚才那张符箓的威力惊动了整个秘境，至少30个高阶炼气期高手往这儿赶。李才急了，伤还没好，我们能跑的了吗？我却淡定地说道，别怕，意的屋子别人看不到的。沈书恒挑眉，这么厉害？我得意地点点头。师虎说，这是最高级隐身阵，外面听不到里面的声音，我们可以听到外面的。他思索片刻，好，那我们别出去了，这么大动静，别人肯定以为秘宝出事。秘境里面杀人越宝的事情可不少，虽然大多是炼气期，但不免有人跟你一样有筑基期的实力。他看向我，等会儿咱们可以试着偷偷混进他们，假装一起来看宝物的。别想了，没戏。我打断他，掏出几床小被子。师虎说，小朋友得好好睡，才能长身体。我给大家发被子，连沈书恒也不例外，都睡吧睡吧。李才傻眼，现在就睡。我铺好床，师虎说，打架累了必须休息，不然长不高。苏青哥第一个乖乖躺下，青哥要睡觉长个子。周冷川和心意
对视一眼，也抱着被子躺在了角落。确实累了，刚刚力气消耗太大，李才才无奈躺下。好吧，睡就睡。沈书恒看着这群说睡就睡的家伙，嘴角微微抽搐。这么松弛的吗？我钻进被窝，露出一个小脑袋。你不睡吗？不睡长不高的哦。沈书恒看着我无比认真的表情，最终叹了口气，也抱着被子找了角落躺下。好吧。灵屋里很快静的只能听见呼吸声。3个灵职侍女收拾完屋子，化作绿光没入玉瓶中。雷帝嘎嘎蜷缩在我怀中，也缓缓闭上了眼睛。这时，灵屋外正如沈书恒所说，早已聚集了数十名修士，他们分别来自玄天剑派、青云门、天眼宗，还有一些小门派和散修，每个人都被刚刚爆炸的威力震慑，围着那个直径100丈的巨坑议论。这是什么造成的？肯定是金丹期的力量，可秘境明明限制炼气期才进能进入，莫非是触发了上古禁制？秘宝肯定是秘宝出事，有人试图下去坑底探查，巨坑深不见底，而且坑壁光滑，无处借力。更诡异的是，坑内残留强大能量波动，让靠近的人都心悸不已。注意，这能量古怪，我的灵力在流失，快撤！几个胆大的修士刚靠近就被吓退，他们发现一旦靠近巨坑，灵力便被无故吞噬，这立刻让众人戒备起来。但与此同时，对秘宝的渴望也越发难抑，能毁天灭地还吞噬灵力的东西，不可能普通。分开搜，肯定就在附近，警惕守护妖兽。发现异常立刻报警，几十修士散开，地毯式搜索每寸土地，有人翻草丛，有人敲岩石，搜得紧张又彻底。然而没有人想到，就在他们中间有一座完全隐形的灵屋，屋内6个孩子正沉沉睡着。我在梦中回到了七凤峰，师傅抱着我给我讲修仙界的故事。李才才梦到了满桌的美食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苏清哥梦到了在花丛中跳舞，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。周冷川、星逸也各自做着美梦，就连一向警觉的沈书恒也在灵屋舒适安全的环境中难得的放松下来，进入了深度睡眠。只有系统还保持着清醒，他扫描着外界的情况，记录每个靠近的修士，评估潜在风险。37名修士，其中炼气大圆满5人，炼气9层12人，炼气8层20人。系统默默分析，幸好灵屋隐身等级够高，否则早就被发现了。接着他又检查了一下我的状态，宿主云听义，年龄3岁半，修为炼气大圆满，压制中，灵根变异雷灵根，隐藏阴灵根融合，状态恢复中，恶毒女配黑化进度8%，积分暂未更新。看到恶毒女配黑化进度8%，系统陷入沉思。刚才的战斗中，我展现的果断狠辣，确实有恶毒女配的雏形，但我的动机是保护朋友，这又和单纯恶毒不一样。或许系统思考着能引导他走一条不一样的恶毒女配路，不是为恶而恶，而是为了保护而强，为了守护而狠。这个想法让系统小激动，如果成功，不仅能拯救我，还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恶毒女配模板。